埃斯平看着眼前的三人，露西安诺、哈里森、德米安，他双手交叠，问道：“你们该不会把我当成女人来喜欢吧？”哈里森皱起眉头说道：“你不该这么轻率地说出这种话。”德米安端起茶杯问道：“真是有趣的问题，你是在期待我喜欢你吗？”露西安诺神情严肃地问道：“告诉我，埃斯平，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错觉？”埃斯平看着他们的反应，果然是这种反应，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所以到头来，真的只是我自作多情。虽然被嘲笑有点丢脸，但老实说，反而让我松了一口气。露西安诺发出低声感叹，他露出微笑，说道：“谢谢你们对我坦诚。其实刚才那些话，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要回领的去了。”埃斯平继续说道：“我得开始准备继承领地，为此我需要一个丈夫，所以刚才才会那样问。这下终于解决了，反正这些家伙才是这本小说的男主角，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埃斯平挥手说道：“大家保重，反正我也不是这本小说的女主角。8岁那年，我意识到自己是占有者。皇宫举行茶话会那天，我睁开眼，看到了湛蓝晴朗的天空，还有童话般的梦幻花园，穿着各色华丽服饰的人们在花园里穿行。远处有人喊道：‘埃斯平，别走太远。’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埃斯平·塞缪尔。就在有人呼唤她的瞬间，等等，埃斯平，我是金秀妍，为什么他们叫我埃斯平？难道我在做梦吗？”埃斯平用力掐住脸颊，好痛！既然会痛，那就不是梦。我明明记得昨晚是躺在床上睡觉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冷静点，好好想想，这是所谓的清醒梦吗？还是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某种 VR 游戏？完全想不起来。远处传来窃窃私语声，他们又在讨论那件事吗？大概是吧。埃斯平躲在长椅后，也许能听到什么线索。贵妇人低声说道：“是在为露西安诺王子寻找玩伴的事情。”露西安诺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粉衣贵妇人摇着扇子说道：“我们当然会参加，谁都知道这场茶话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说实话，虽然名义上是玩伴，大家都心知肚明，伊莎贝尔皇后真是太过分了。”另一人急忙制止道：“天呐，小声点，你忘了这里是皇宫吗？”粉衣贵妇人捂住嘴说道：“对不起，我说了危险的话。”贵妇人们继续低声讨论。即便如此，真的会有人自愿去当王子的玩伴吗？谁知道呢？如果是西蒙侯爵家，为了攀附权势，大概会不顾一切吧。他们一直坚持长女布里安娜拥有成为魔法师的潜质，是吗？可斯蒂芬王子绝对不会选她的。埃斯平躲在暗处低声重复：“露西安诺、布里安娜、斯蒂芬，王子的玩伴。”这些名字听起来像是我读过的一本小说。我想起来了，陛下请别执着。西蒙侯爵家曾世代出产大魔法师，但后来家族没落，再也没有魔法天赋的孩子出生。为了振兴家族，女主角布里安娜主动接近了男主角。那本小说的男主角是第一王子兼皇位继承人露西安诺·弗雷德里克。露西安诺很早就失去了生母，也就是前任皇后。她在现任皇后伊莎贝尔以及第二王子斯蒂芬的威胁下，艰难地生存着。布里安娜为了复兴家族，需要强大的力量，而露西安诺也需要自己的势力。于是两人因利益而联手，在经历各种磨难后坠入爱河，那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套路。等等，所以这里是小说事件，这不是梦，而是我穿越了。刚才他们叫我埃斯平，对吧？但我从未在小说里见过这个名字，这意味着埃斯平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路人甲，偏偏附身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配角身上。根据我多年阅读言情小说的经验，这种设定只有一个可能，我成了这本小说的新主角，新女主角埃斯平·塞缪尔。没错，一定是这样，这是经典的穿越流套路。虽然好奇缘主去了哪里，但既然我成了主角，也许该好好享受一下，毕竟这是过上金灿灿人生的机会，还有所谓的主角光环。首先来想想和女主角有关的主要角色：原男主露西安诺·弗雷德里克，原男二哈里森·奥伦多，还有隐藏反派德米安·奎德。也许我的男主角就在他们之中。侍从高声宣布道：“皇后、陛下与王子殿下入场。”埃斯平躲在花丛后，已经开始了。我还没完全掌握情况，根据刚才听到的对话，现在应该是故事开始前他们的童年时期。白皙的皮肤，灿烂的金发，还有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睛，那一定就是露西安诺，原著小说的男主角露西安诺·弗雷德里克。本人看起来比描写中更漂亮，虽然她以后会变得偏执，但现在的她看起来真的很可怜。这场茶话会是伊莎贝尔皇后为了羞辱她而专门举办的，她想以此抬高自己的儿子，让斯蒂芬登上王位。伊莎贝尔牵着斯蒂芬走近，微笑着问道：“我们迟到了吗？”一位贵族躬身回应道：“完全没有，时间刚刚好。”伊莎贝尔用折扇遮住脸庞：“既然大家都到齐了，请随意入座吧。”伊莎贝尔皇后经常故意举办这种春季茶话会，名义上是为了促进友谊，实际上谁都清楚她的目的。她先是看向斯蒂芬那一桌，那里围满了讨好王子的孩子，热闹非凡。接着她又看向另一张桌子，露西安诺正独自坐着，周围空无一人，这和原著描写的一模一样。她是在公然孤立他，真是幼稚，太幼稚了。伊莎贝尔斜眼看向远处的孤影，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伊莎贝尔走到桌边说道：“露西安诺王子，今年又是独自一人吗？”露西安诺低头回应道：“是的。”伊莎贝尔用折扇遮住笑意：“哎呀，社交能力这么差，我可不能坐视不管。”他转过身：“各位，有谁愿意和露西安诺王子交个朋友吗？”埃斯平躲在暗处，
我想起来了，虽然这段剧情只是小说番外篇的内容，但我之所以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我曾真心的为年幼的露西安诺感到难过。他在这种茶话会上一定受了很多伤。伊莎贝尔继续说道：“现在开始为露西安诺王子寻找玩伴。”全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贵族们面面相觑，纷纷避开了视线，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触皇后的眉头。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在观察伊莎贝尔皇后的脸色。露西安诺低着头，再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始终是孤身一人。埃斯平看着这一幕，他们怎么能就这样做事不管？虽然早就知道剧情，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埃斯平猛地站起身喊道：“我！”露西安诺惊讶地抬起头，埃斯平高举左手说道：“我来当王子的朋友。”稍微有点不知所终，也是阳光型女主角的特征。埃斯平大声说道：“殿下，我会成为您的朋友。”伊莎贝尔看着他，谢谢你的提议。这位勇敢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埃斯平提起裙摆行礼，见到您很荣幸，我是塞缪尔伯爵家的埃斯平。伊莎贝尔和尚折扇说道：“塞缪尔吗？伯爵把女儿教得很好。”伊莎贝尔露出微笑，大家都保持沉默，你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要做露西安诺王子的朋友。埃斯平真是善良又热心，所以我应该保持安静，看气氛行事，对吗？天哪，我该怎么为此道歉呢？埃斯平笑着回应道：“谢谢您，我经常听到这种评价。这次我的目标是成为阳光女主角。”伊莎贝尔皇后收起笑容：“埃斯平，你为什么要和露西安诺做朋友？难道是因为同情吗？”埃斯平愣在原地，这种说法太奇怪了。露西安诺正用怀疑的眼神看我，别被皇后的话骗了，她才是折磨你的人。看来没别的办法了，这次只能走害羞小孩的人设。埃斯平看向皇后问道：“同情？我不明白，成为别人的朋友也需要理由吗？”伊莎贝尔皱起眉头说道：“你现在说这些，所以埃斯平坚持要成为露西安诺的朋友，是这样吗？”埃斯平立刻回应道：“陛下，您的问题太奇怪了。您刚才还说担心殿下总是孤单一人，抓到他的破绽了。”埃斯平继续说道：“但您使用坚持这个词，听起来您似乎很不舒服。我从小就被教导应该和每个人友好相处，难道不是这样吗？”周围的贵族开始窃窃私语。伊莎贝尔神色慌张：“埃斯平，我不是那个意思，想找借口敷衍过去吗？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该进行下一步了。”埃斯平眼眶泛红，捂住嘴巴问道：“或者您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伊莎贝尔急忙辩解道：“当然不是，你怎么会这么想？”埃斯平低头抽泣道：“陛下不会反对殿下交朋友，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只是一个伯爵的女儿？”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虽然要看皇后的脸色，但对一个孩子确实有点过分了。伊莎贝尔皇后尴尬地笑道：“我的埃斯平，你一点都不差，我很感激你愿意做露西安诺的朋友，只是担心他性格内向，会感到负担。”埃斯平立刻收起眼泪：“真的吗？既然陛下不反对，那从今天起，我就是殿下的朋友了。”皇后勉强维持微笑说道：“好吧，那就请你多照顾殿下了。”埃斯平轻快地回应道：“没问题，请别担心，不用你说，我也打算按我的方式来。”埃斯平走向花园长椅，露西安诺王子。少年转过头，眼神中带着一丝疏离。“我是埃斯平，塞缪尔，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好好相处哦。”埃斯平露出灿烂的笑容：“怎么样，刚才的表现很酷吧？就像真正的女主角一样。”塞缪尔伯爵府邸，本杰明皱眉问道：“埃斯平，你刚才在想什么？怎么能做出那种鲁莽的事？”莉莉满脸担忧：“亲爱的，连我也被吓到了，你竟然当众顶撞皇后陛下！”埃斯平看着眼前的两人，这是埃斯平的父母，也是我现在的父母。当我意识到自己穿越时，脑海中浮现的不只是名字，还有埃斯平8岁前的记忆。记忆里的父母非常温柔，那份爱意甚至让我感到幸福。本杰明低声问道：“你真的想和露西安诺王子成为朋友吗？”我是受了埃斯平情感的影响吗？父亲的表情看起来很困扰，这让我有些不安。也许是因为太关注露西安诺，我表现得太急躁了。如果因为我的举动导致有人受伤的话，伊莎贝尔皇后的身影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埃斯平看向母亲说道：“刚才殿下的处境太可怜了，我无法只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埃斯平低头绞着手指说道：“对不起，我不该擅自行动，我要被骂了吗？”本杰明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说道：“没关系，你没做错任何事。”莉莉温柔地回应道：“是啊，我们只是担心你会吃苦，才多问了几句。”本杰明微笑着说道：“你能先为别人着想，这很可爱。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吧，去和王子殿下好好相处。如果需要帮助，随时告诉我们，他们一定也很担心。”伊莎贝尔皇后的威胁，却还是优先尊重我的选择。莉莉抱住他说道：“爸爸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亲爱的。”埃斯平眼眶湿润，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吗？我真的可以接受这样的温暖吗？我甚至不是真正的埃斯平，但我好想永远留在他们身边，该怎么办？我从未感受过这种爱，快要哭出来了。本杰明抱住女儿说道：“埃斯平，没关系，你不用独自担心。”埃斯平靠在父亲怀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对我这么温柔？他轻声回应道：“是的，父亲，我以后能把真相告诉他们吗？”几天后，露西安诺王子的宫殿，茶话会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那天我说过要成为朋友，现在是时候去见他了，该开始扮演我的女主角角色了。埃斯平敲响房门：“你好，露西安诺王子，我是埃斯平。”塞缪尔少年停下手中的笔，转头看向门口。埃斯平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你一定一直在等我，对吧？”露西安诺停下动作：“我不是说过不准访客吗？”埃斯平愣了一下，回应道：“哎，但我寄了正式的请求信。”露西安诺盯着他说道：“我不记得回过信，我很忙，请回去吧。”
艾斯平睁大眼睛，笑容僵在脸上。回去，这和计划的不一样。没收到回信，我以为是默许我过来，结果他竟然是在无视我吗？大老远跑来却被赶回去，我绝对做不到。艾斯平看向露西安诺问道：“殿下，你还记得我说过我们要成为朋友吗？我不是出于同情或一时兴起，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很忙，但能不能分给我一点时间？如果不见面，我们就没法了解彼此。”必杀技恳求的眼神。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善良是融化冰冷心灵最好的良药。露西安诺冷哼一声说道：“真是荒谬。”艾斯平疑惑的眨了眨眼。露西安诺俯视着他说道：“所以你所谓的当朋友，就是只可以不经允许，随时随地闯进来吗？我不需要这种缺乏基本礼貌的朋友。等我回来的时候，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露西安诺走出房间，重重地关上大门。艾斯平独自站在书房，低头握紧了拳头。那个混蛋，他以为自己是谁，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吗？我甚至在茶会上为了他教训了伊莎贝尔，他根本没必要这么绝情。虽然没收到回信就跑过来，确实是我不对，但如果他明确拒绝，我根本就不会来。艾斯平深吸一口气，不，我需要冷静下来。成为主角从来都不容易，故事的开头总是有些艰难。露西安诺一直对他人有着极深的防备心，在原著中，他和女主角布里安娜也是在争吵中逐渐靠近。换句话说，他现在的待此态度只是一种自然的防御机制。好，我不会急于求成，我会慢慢尝试，只要我坚持展现诚意，露西安诺总有一天会对我敞开心扉。在那之后，我开始勤奋地给露西安诺写信，从简单的问候到询问他的近况，或是礼貌的请求在他有空时见上一面。但露西安诺并没有轻易答应我的拜访，拒绝，绝对拒绝。不知不觉间，我们的通信变成了一场攻防战。我已经寄了10多封信，努力到了这种程度，他竟然连一次面都不肯见。艾斯平在床上翻来覆去，为什么又拒绝我？看来即便是主角，也不是事事都能顺心。我太天真了，竟然只想着依靠主角光环。艾斯平看向身边的女仆问道：“戴安娜，你觉得我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吗？”戴安娜温柔地回应道：“当然不是，小姐，您非常可爱。”艾斯平抱住对方说道：“果然只有你懂我，戴安娜。”戴安娜推了推眼镜问道：“但是您还要继续寄信吗？”艾斯平趴在枕头上，我也开始觉得累了，一直被拒绝真的很打击人。戴安娜轻声劝说道：“那就别再寄了，看来露西安诺王子还没准备好接纳任何人。”艾斯平看着天花板，是啊，露西安诺大概已经觉得我的信很烦了，但是亲眼看到露西安诺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在他成年之前，都不得不独自忍受孤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他的力量，让他不再孤单。而且我必须留在王子身边，才能见到第二男主角哈里森。哈里森之后会作为露西安诺的护卫骑士出现。为了剧情顺利进行，我必须坚持下去。艾斯平坐起身，再试着寄最后一封吧。如果这次也被拒绝，我就只能另寻他法了。艾斯平在书房坐下，戴安娜在一旁静静陪伴。他认真写好信件，用力盖上火漆印章。几天之后，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等待回信的时候，艾斯平惊讶地睁大眼睛，看着手中的信封。露西安诺在回信中写道：“好吧，我允许你明天来访。”终于获得了访问许可。艾斯平来到宫殿。“你好，露西安诺殿下。”露西安诺看着他说道：“你是？”艾斯平笑着回应道：“请叫我艾斯平，殿下。”露西安诺冷冷地说道：“我在想，是不是有人说过你？”反应有点迟钝。艾斯平笑容僵住，我以为你让我过来是改变主意了，结果性格还是一样糟糕。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道：“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经常被夸很聪明。”露西安诺露出怀疑的神色，真是奇怪，难道在我最后一次确认字典的时候，聪明的定义已经变了吗？他继续毒舌道：“即便我重复了一遍，你似乎也完全听不懂我的意思。通常情况下，男主角不都应该拿这种活泼的女孩没办法吗？”可他看起来还是很不高兴。既然如此，艾斯平抬起头说道：“其实我听懂了你的意思。”露西安诺愣了一下，问道：“什么？”艾斯平双手交叠：“我只是在装傻，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我都已经这么诚实了，你总不能再拒绝我了吧？”露西安诺低声问道：“为什么？”艾斯平理所当然地回应道：“因为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想和你成为朋友。”露西安诺转过头去：“如果是因为你在茶会上对我说的那些话，你没必要强迫自己表现得想和我交朋友。”艾斯平愣住了，强迫自己？难道是因为我在上次茶会上对伊莎贝尔大吼大叫，让他产生了误会？他该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同情他才故意接近他的吧？难道他觉得我别无选择才来找他，或者认为我是伊莎贝尔派来演戏的走狗？他完全想错了。艾斯平看着眼前的少年：“露西安诺殿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只是真心想和您成为朋友。所以从现在开始，能不能请您分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会向您证明我没有任何其他意图。”露西安诺沉默不语，手不自觉地颤抖。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别人接受。露西安诺背对着他说道：“去找别人吧，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你现在可以走了。”艾斯平看着他的背影，现在继续说下去似乎也没什么意义，还是先退一步吧。他微微一笑回应道：“好的，谢谢你愿意抽空见我，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你。”艾斯平推开门走出了书房，虽然被赶了出来，但比起之前，今天我们聊得更多了，这算是一种进步吧。他握紧拳头：“没错，我不能放弃，必须坚强起来，我一定要和露西安诺成为真正的朋友。”艾斯平轻快地跑向远方，消失在走廊尽头。露西安诺站在窗边，看着那个离去的背影，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朋友的。他低声呢喃，眼神中充满了落寞。所谓值得信赖的朋友，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获得访问皇子宫的许可后，埃斯平开始定期拜访露西安诺。殿下，早上好。露西安诺转过头回应道：“他总是反应冷淡，没有任何温度，但他不再拒绝我的拜访，这让我感到欣慰。”待在家里的日子，埃斯平开始整理原著故事，将脑海中的信息记录下来，角色、未来事件以及首都的趋势。读过的小说太多，必须仔细梳理。最大的问题是，原著故事始于角色成年后，而我所处的节点只是番外篇中简略提到的过去。如果有以后能用上的信息，一定要记下来。虽然现在什么都做不了，除了露西安诺，对他人有着极深的防备，并没有太多参考资料。本以为靠着主角光环，他的性格能很快好转，没想到会这么糟糕。埃斯平起身说道：“我要走了。”看着露西安诺冷淡的背影，他身边没有任何人，会有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即便他是皇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现在的露西安诺也只有9岁。作为主角，我只能试着去理解他。距离原著剧情开始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之前，我一定能和他成为朋友吧。时间飞逝，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快1年了。戴安娜端着茶点走近，埃斯平转头问道：“戴安娜，我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我还是没能和露西安诺成为朋友。”戴安娜放下茶壶，回应道：“哎呀，我以为你们最近相处得很好，难道不是吗？”埃斯平垂下头回应道：“今天他只比昨天多说了1个字，那也算相处得好吗？一直以来，只有我单方面的拜访以及几句习惯性的寒暄，他的心门依然紧闭。我们的关系如此平淡且模糊，仿佛随时都会消散。如果他决定禁止我访问，一切就到此为止了。真奇怪，感觉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很亲近了。照这样下去，等原著女主角布里安娜出现，我岂不是还在原地踏步？”埃斯平看向戴安娜问道：“戴安娜，交朋友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吗？”戴安娜露出为难的神色，回应道：“小姐，我上次交新朋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埃斯平垂下头回应道：“但我只能问你了，在茶会事件之前，还有孩子愿意和埃斯平做朋友，但自从他们发现我一直围着露西安诺转，就全都断绝了联系。”戴安娜提议道：“小姐，不如准备一份礼物。”埃斯平抬起头问道：“礼物？”戴安娜看着桌上的甜点说道：“是的，你总是空手去皇子宫，对吧？”埃斯平仔细想来，每次拜访我都在向他索要东西，难道他觉得我把那里当成了茶馆？我以为收到东西才是我们变亲近的证明，却忽略了付出的重要性。戴安娜推了推眼镜说道：“我不确定殿下喜欢什么，但没人会讨厌贴心的礼物。”埃斯平看着桌上的马芬，有道理，原著里有没有提到过露西安诺喜欢什么？他猛地站起身惊呼道：“啊，戴安娜，我完全知道该准备什么了。”戴安娜惊讶地问道：“真的吗？”埃斯平握紧拳头回应道：“是的，我确定殿下会喜欢的，我100%确定。”几天后，埃斯平提着沉甸甸的篮子再次来到皇子宫，他推开门打招呼道：“您好，殿下。”露西安诺皱起眉头问道：“你为什么要那样笑？很恶心。”这种话听得太多，我已经完全不会生气了，倒不如说我很兴奋，能展示我的秘密武器。埃斯平紧紧抓着篮子的提手，期待着接下来的反应。埃斯平提着篮子说道：“我以前太迟钝了，总是空手过来，所以今天我给殿下带了礼物。”他掀开篮子上的布，给哒哒，是奶酪马芬，你觉得怎么样？闻起来很香吧？在原著中，露西安诺并不喜欢甜食，这种习惯一直延续着，因为他认为甜食会让他变得软弱。但即便是露西安诺，也曾明确表达过一样东西很好，那就是女主角布里安娜送给他的礼物，正是这个奶酪马芬。埃斯平笑着提议道：“我们一起吃吧，这是刚做的，还是热的呢？”埃斯平递出马芬说道：“给，尝一个。”露西安诺盯着马芬，沉默不语。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埃斯平试探着问道：“你是担心味道不好吗？”“我试过了，一点也不淡，味道很好，尝尝吧。如果不合胃口，我不会强迫你的。”露西安诺抬起头：“我什么时候让你带这种东西给我了？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把东西推给我？”埃斯平愣在原地回应道：“我只是因为总是欠你的，所以觉得这是基本的礼貌。”露西安诺发出一声冷笑：“你以为我会接受这种解释吗？我能看出来这是某种阴谋，你在马芬里下毒了，对吧？”毒药？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埃斯平后退半步惊呼道：“毒药？我为什么要给殿下有毒的食物？”露西安诺眼神阴冷地回应道：“因为如果我出了事，你能从中获利。你以为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吗？”埃斯平愣在原地。什么？在过去的1年里，我一直坚持来拜访你，是为了不让你感到孤单，而你却说出这种话。你觉得我也和那些人一样，一直在等待露出真面目的那一天吗？露西安诺转过身，冷冷地说道：“我从不想要这种礼物，拿回去，以后别再来这里了。”什么？我只是想表现得友善一点，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照这样下去，我不仅帮不了露西安诺，反而是在伤害他。埃斯平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不能就这样结束，就算不能成为朋友，我也必须消除这个误会，否则露西安诺只会变得更加不信任他人。埃斯平猛地抬起头喊道：“我会证明给你看的。”露西安诺停下脚步。什么？埃斯平从篮子里抓起马芬，请等一下，我会把这些全部吃掉。如果我全部吃完还平安无事，就能证明没毒了吧？他张开嘴，狠狠地咬向手中的马芬。露西安诺看着埃斯平的动作，你在干什么？快住手，滚出去！埃斯平回应道：“不，我说过我会证明的。我明白你无法信任我，但我真的从未想过
要伤害你，请让我证明，并不是每一个接近你的人都怀有恶意。露西安诺冷冷地说道：“真荒唐！你以为作秀吃个马粪，我就会相信你吗？别再做这些无谓的事了。”埃斯平坐在地毯上回应道：“没办法，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他看着手中的面包，我错了。自从在这个世界醒来，我以为按照附身小说的套路，我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我曾以为原著的所有情节和角色都会为了我这个主角而重新排列，以为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会为了我的幸福结局而行动。是我太自满了。即便这里是小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这里也是真实的现实。就像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他们也是独立的人，而不是纸面上的角色。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我不再只是一个读者，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可我竟然还愚蠢地为自己成了主角而兴奋不已。埃斯平咬下一口面包说道：“还有最后一件事。”埃斯平咽下最后一口面包，希望这能缓解露西安诺的焦虑。他举起空空的篮子，开心的大笑说道：“看吧，我完全没问题，对吧？我就说这里面没毒。”露西安诺侧过头冷冷地说道：“愚蠢！”埃斯平凑上前问道：“现在你能放下怀疑了吗？”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怎么回事？胃里好难受，感觉快要吐出来了。是因为吃太快导致消化不良了吗？偏偏在这种时候，我得赶紧离开这里。埃斯平强撑着笑容：“那个，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露西安诺打断道：“等等，你真的没事吗？别动，你的脸色非常苍白。那个马芬果然有问题吧？”埃斯平慌张的摆手说道：“什么？不是那样的，只是马芬的分量太多了。该怎么办？我本来想快点离开的，胃里真的好难受，已经憋不住了。”露西安诺愣在原地，露出惊愕的神情。埃斯平捂着嘴，虚弱的解释道：“这不是因为中毒。”埃斯平忍着剧痛喊道：“真的，请相信我。我知道我一直以来都很自私，但我从未想过要伤害您，殿下。”不行，撑不住了。露西安诺的身影在视线中变得模糊。该怎么办？如果我就这样倒下，露西安诺一定会怀疑我的。埃斯平身体摇晃，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露西安诺惊呼道：“喂啊！我完蛋了！为什么事事都不顺心？我真的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吗？”埃斯平眼角流下泪水说道：“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没想过要伤害你。”埃斯平闭着双眼，彻底失去了意识。露西安诺抱住他，看着怀中虚弱的女孩：“你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接近我到底能让你得到什么？我不明白。”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上，四周一片寂静。房门被缓缓推开，莉莉走入房间。埃斯平，我亲爱的孩子，你睡得好吗？埃斯平睁开眼喊道：“妈妈。”莉莉关切地问道：“身体感觉怎么样？”埃斯平笑着回应道：“我很好，完全没问题。”莉莉松了一口气说道：“那就好。听说你晕倒的消息，我真的吓坏了。这段时间不要勉强自己，专心休息好吗？”埃斯平看着母亲，在我倒下的那天，露西安诺立刻联系了我的家人，并安排马车送我回家。父母看到我被抬进家门时，一定心碎极了。我给这么多人添了麻烦。埃斯平挥动胳膊说道：“别担心，我吃得好，睡得好，现在充满了活力。”莉莉看着他，欲言又止。他握住埃斯平的手说道：“埃斯平，虽然我以前也说过，但是爸爸和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但请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埃斯平点头回应道：“我会的，别担心。”莉莉俯身亲吻他的额头：“好了，那你再休息一会儿吧。”埃斯平看着莉莉离去的背影，挥了挥手，他一定是在担心我会再次跑回皇宫去。房门再次被推开，戴安娜站在门口注视着他。埃斯平疑惑地问道：“怎么了，戴安娜？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戴安娜推了推眼镜说道：“看到您刚才安慰夫人的样子，让我觉得您真的长大了。”埃斯平得意地笑道：“那是当然，我早就已经长大了。我不清楚自己为何会附身在这具身体里，也不知真正的埃斯平去了哪里。但有一点很明确，我的父母戴安娜，还有这座宅邸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真心实意地爱着我。我不该再为了执着于主角身份而让他们为我担心了。”埃斯平看向戴安娜说道：“那个，戴安娜，能帮我送一封信吗？”戴安娜露出担忧的神情：“小姐，您该不会又是想……”埃斯平坐在桌前解释道：“我只是想为之前的失礼向殿下道歉，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请别担心。尽管我闹出了那种动静，外面却没有传出任何流言，看来是露西安诺帮我掩盖了一切。我理应向他道歉并致谢。写完这封信后，我就再也不会去打扰殿下了。”戴安娜感动地抽泣道：“小姐。”埃斯平笑着安慰道：“哎呀，别哭了，这样做才是对的。想要成为支持露西安诺的人，那只是我自私的欲望。从现在起，我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专注于我能做的事，充实地度过属于我的人生。”就在下定决心后不久，一封邀请函送到了府上。埃斯平拆开信封，读着上面的内容：“亲爱的埃斯平，塞缪尔，春天的气息已萦绕在侧。为了庆祝这美好的日子，1周后将在皇宫举行茶会，诚挚邀请您的光临。信件的末尾署名是伊莎贝尔。”阳光洒进马车窗户，埃斯平看着窗外说道：“天气真好，偏偏要在这种日子去见伊莎贝尔皇后，而且还是为了给王子举办的交友茶会。如果可以的话，真想用生病的借口躲过这次聚会。致亲爱的埃斯平，塞缪尔，听说你身体不适无法参加茶会，我感到非常担心。我们会推迟活动，直到你康复为止。等你痊愈后，大家在一起共度时光。”这就是我收到的回信。埃斯平看着信件，他整整1年都没动静，为什么现在叫我？难道是想为了去年的事找我报仇吗？伊莎贝尔是个麻烦，露西安诺也是，他们真的改变了规则。这是那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该期待什么呢？马车停在宫殿前，车夫说道：“埃斯平小姐，我们到了。”埃斯平走下马车：“已经到了吗？谢谢你。”
已经站在宫殿门口，没有退路了。无论发生什么，只能去面对。或许今天能交到新朋友。埃斯平走进花园，侍从走上前问道：“是埃斯平，塞缪尔小姐吗？”埃斯平点头回应道：“是的，是我。”侍从侧身示意：“我来为您带路，请跟我去座位。”他们真的彻底改变了规则。埃斯平环顾四周，除了仆人，这里真的没有大人，甚至连监护人都没有跟来。这是什么阴谋？侍从停下脚步说道：“我们到了，埃斯平小姐，请坐在这个位置。”埃斯平看向座位回应道：“谢谢你为我带路。”这个座位虽然正对着主桌，却离中心位置很远。没想到他们会歧视的这么明显。不过只要不损害家族的荣誉，或许我该心存感激。埃斯平拍了拍脸颊，别再想这些负面的了。埃斯平，忘掉皇室，专注于交新朋友吧。埃斯平看向对面的男孩，眼神对上了，但他们在躲着我。埃斯平站起身说道：“那个，你好，我的名字是埃斯。”男孩们转身走开，这果然不容易。他们都在躲着我，因为觉得我和露西安诺关系很亲近吗？埃斯平看向另一边，接下来该试着和谁打招呼呢？那个孩子，我记得在上次茶会上见过他，他的名字是贝蒂。埃斯平挥手说道：“嘿，贝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要不要？”贝蒂转过头喊道：“女孩们，快过来一下！”埃斯平愣在原地，贝蒂被同伴围住。没什么，没关系，他们现在绝对是在嘲笑我吧？这种气氛并不是因为露西安诺才躲着我，他们只是单纯地在蔑视我。既然不是一两个人，伊莎贝尔一定命令了社交圈中心的孩子们，让他们这样做。他觉得如果我被孤立和打击，就能随意摆布我吗？真是荒谬！抱歉，我可不是普通的9岁，我不会因为这种事就哭出来的。虽然确实有点生气，但比起在露西安诺面前丢脸的那次，这根本不算什么。身后传来脚步声，露西安诺站在身后说道：“我看你现在能很自然的直呼王子的名字了。”埃斯平猛地转过头，露西安诺殿下。埃斯平慌忙站起身说道：“你好，好久不见了，上次没能好好打招呼，真的很抱歉。为什么他已经在这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露西安诺看着他回应道：“我明白了，还是那么冷淡。”伊莎贝尔合上扇子，带着斯蒂芬走近。伊莎贝尔笑着说道：“别这么僵硬，露西安诺王子，埃斯平毕竟是你的朋友。”伊莎贝尔故意把我安排在最后面的位置，为什么现在又过来了？埃斯平提起裙摆行礼，向皇后陛下问安。很抱歉问候迟了，能被邀请参加这么特别的活动是我的荣幸。伊莎贝尔轻抚脸颊说道：“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我只是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那么我们要不要一起享受这场茶会？”众人围坐在长桌旁，伊莎贝尔与斯蒂芬坐在主位交谈，埃斯平坐在远处，沉默地看着桌面。伊莎贝尔环视众人说道：“感谢各位的参加，今年我们决定不邀请大人，好让孩子们能自由玩耍，这样会觉得不舒服吗？”贝蒂立刻回应道：“一点也不，皇后陛下，我们已经长大了，非常感谢您的体贴，能准备这么棒的活动，多亏了您，我们才能度过愉快时光。”伊莎贝尔微笑着说道：“这没什么。”埃斯平坐在远处，这些孩子从大人那里学到了太多的奉承话。贝蒂看起来拼命想讨好伊莎贝尔，这个座位很不舒服，我还要观察露西安诺的脸色，真希望快点结束，好让我回家。伊莎贝尔看向露西安诺，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为什么露西安诺王子这么安静？你的朋友大老远赶来，难道不该更高兴一点吗？埃斯平可能会受伤的，你知道吗？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保持安静。埃斯平摆手回应道：“我没事，只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我很感激殿下的体贴，这样我就不用太劳累了。我在信里提到过，情况并不严重。”伊莎贝尔勾起嘴角，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感到不舒服的吗？埃斯平尴尬地笑道：“我只是稍微吃多了一点。”伊莎贝尔盯着他说道：“吃多了吗？我听说最近在王子宫殿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确定当时什么都没发生吗？”埃斯平愣住问道：“您是什么意思？”伊莎贝尔继续说道：“比如有人在欺负你。”终于来了，这就是伊莎贝尔叫我来的真正原因。他想让我当众背叛露西安诺，这就是他等了1年的原因吗？在王子那件事之后，一直在等待报复的机会。伊莎贝尔摇着扇子问道：“埃斯平为什么不回答？如果你害怕被报复，我会保护你的，别担心。”原来他想这么玩。埃斯平低下头说道：“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很安心，我会实话实说的。是的，我确实被欺负了。”周围的孩子们开始骚动。伊莎贝尔猛地合上扇子，宫殿里竟然发生了欺凌。作为皇室的长辈，我绝对不能做事，不管究竟是谁做出了这种可耻的行为。埃斯平，你能告诉我们吗？那个欺负我的人是他。埃斯平指向了贝蒂，贝蒂欺负了我。露西安诺转过头，贝蒂猛地站起身说道：“那不是真的，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埃斯平回应道：“刚才我想向你打招呼，你却故意无视我，然后你还和其他孩子一起嘲笑我，觉得那很有趣。”贝蒂低下头，那是。贝蒂看向伊莎贝尔说道：“陛下，埃斯平误会了当时的情况，我只是因为和其他人聊得很开心才笑的。”伊莎贝尔合上折扇说道：“你听到了吗？埃斯平。”贝蒂说他不是故意的，那只是时机不对，所以再仔细想想吧。除了贝蒂之外，还有其他人欺负过你吗？埃斯平看着前方，只有露西安诺指责时，他才愿意承认，真是太明显了。埃斯平回应道：“如果贝蒂不是故意的，那就没关系，没有其他人了。”伊莎贝尔盯着埃斯平，我知道你很谨慎，但我问这些，是因为我也听说了一些事。我听说萨缪尔家族的马车在你晕倒后进宫接你回去了。埃斯平睁大眼睛，那是他打算一直逼问我，直到得到想要的答案。伊莎贝尔挥动折扇说道：“在宫里说话
要小心，为了皇室的荣誉，最好在谣言传开前澄清。如果埃斯平觉得很难解释的话，那么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路西安诺皇子能不能代为回答？路西安诺沉默地看着前方，他回应道：“当时确实有不可避免的情况。”伊莎贝尔用折扇抵住下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隐瞒到这种程度？难道说这件事和你本人有关？埃斯平咬紧牙关，如果再这样下去，对路西安诺的误解只会越来越深，我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埃斯平喊道：“陛下，请等一下，那天晕倒全是我的错，在这么多人面前揭露自己的失误，真的很尴尬，但我不能因为自尊心就让路西安诺受苦。”埃斯平低头说道：“我当时太羞愧了，所以没能告诉您。那天晕倒，还有之后几天身体不适，全是因为我太贪吃了。”伊莎贝尔问道：“贪吃？”埃斯平回应道：“是的，我买的松饼太好吃了，我不小心把皇子那份也全部吃掉了，结果导致了消化不良。”伊莎贝尔看着桌上的甜点，所以你是说你晕倒只是因为吃太多？埃斯平点头说道：“是的，真的非常抱歉。”伊莎贝尔怒吼道：“那是哪门子愚蠢的胡言乱语！”周围的人窃窃私语，陛下似乎生气了，从未见过他这样，真可怕。伊莎贝尔收起怒意说道：“我竟然和埃斯平单独谈了这么久。”他转头看向海泽尔问道：“海泽尔，这些点心合你的胃口吗？”海泽尔紧张地回应道：“当然，陛下，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点心。”埃斯平看着这一幕，他的心胸真是狭隘，看来以后再也不会被邀请参加茶会了。这样的话，暂时也见不到路西安诺了。未来这种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吧？但他可是男主角，是能克服一切并获得幸福结局的人。目前先这样吧，退后一步，在远处为他加油就好。作为主角生活比我想象中更累，他总是处于事件中心。在那场引起混乱的茶会结束之后，我以为再也没理由进宫，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我竟然被路西安诺亲自邀请到了皇宫。他拿起茶壶，那是茶吗？真的是可以喝的茶吗？路西安诺将茶倒入杯中，这真的发生了吗？也许我是在做梦。埃斯平用力掐住脸颊，好痛。路西安诺看着他问道：“你在做什么？”埃斯平挥着手说道：“没什么，只是脸有点痒。”这不是梦，路西安诺真的在给我倒茶，他到底怎么了？埃斯平端起茶杯说道：“谢谢，我会好好喝的。”他喝了一口茶，惊讶地睁大眼睛，这是什么？茶怎么会泡得这么好？温度刚刚好，香气也非常迷人，完全没有茶叶的苦涩味。难道这也是男主角的天赋之一吗？路西安诺看着他问道：“怎么了？”埃斯平放下茶杯说道：“只是这茶真的太好喝了。”路西安诺回应道：“我明白了，还有很多，你想喝多少都可以。”埃斯平点头说道：“好的，谢谢你。”房间里一片寂静，这种尴尬的气氛，我该怎么办才好？他甚至亲自给我倒茶，肯定是有话想说，但他一直保持沉默，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过一直等对方先开口，可不是我的风格。埃斯平看向对面问道：“殿下，您叫我过来，难道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路西安诺避开视线，埃斯平站起身说道：“感谢您的款待，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想必殿下也很忙。”路西安诺的手指颤抖了一下，他低着头说道：“下次。”埃斯平停下脚步问道：“什么？”路西安诺抬起头：“那么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埃斯平抱着木盒，独自在窗前发呆。戴安娜走近问道：“小姐，皇太子殿下又出什么事了吗？”埃斯平回过神，戴安娜看着他说道：“您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埃斯平垂下眼帘，回应道：“那个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呢？虽然我一直期待他主动找我，但他当时说的话听起来并不怎么愉快。”埃斯平问道：“我来看你，让你觉得不舒服吗？”我不明白路西安诺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就是这样了，我和你的关系一直是我单方面推进的，所以请不必担心。埃斯平看着他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突然提起见面的事？”路西安诺低下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埃斯平愣了一下：“什么？”路西安诺抬起头回应道：“我是指不久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那些全是因为我才发生的。”埃斯平追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路西安诺站起身说道：“详细解释起来太花时间了，如果你想听，下次再来吧。”埃斯平急忙喊道：“什么？等一下！”路西安诺停下脚步问道：“为什么犹豫？难道你想留得更久一点吗？”埃斯平红着脸回应道：“才不是那样，无论你担心的是什么，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没关系。”埃斯平在回忆中说道：“如果只是出于责任感，你没必要强迫自己花时间陪我，你已经忍受了我1年多单方面的纠缠，我不想再给殿下添麻烦了。”路西安诺突然伸手撑在门板上拦住他：“这可不像你会说的话，麻烦你搞错了，恰恰相反，仅仅1年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更加努力才行。后天下午2点，我们再见面吧。”埃斯平回到现实，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当我靠近时，他把我推开；当我想要离开，他却又抓住我不放。我已经决定不再关心了。以前我努力想成为光彩夺目的女主角，以此赢得路西安诺的心，但现在不必了。我已经领教过，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干涉原著故事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路西安诺受了伤，埃斯平的父母也因皇后而陷入困境。盲目干涉原著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所以我才想尽量避开他。可他突然变成这样，我到底该怎么办？埃斯平在床上抓狂，不停地揉搓头发。戴安娜看着他叹了口气：“小姐。”埃斯平抬起头，戴安娜继续说道：“虽然不知道殿下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但也许是您的真心终于传达到了呢。”
他让您更加努力，或许只是想见您，却又不好意思直说。埃斯平愣在原地，我真的可以这样想吗？殿下真的想要和我变得亲近吗？阳光洒在庄园的屋顶，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他又请我喝茶了。露西安诺端起茶杯，神情冷淡的品尝。埃斯平看着他问道：“殿下，您不是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吃饭吗？”露西安诺放下茶杯说道：“你以前为了这个大吵大闹，现在我提供了，你反而开始抱怨。我以前也给过你机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吗？”埃斯平看着他，这种冷淡的反应才是问题所在。当我带松饼来的时候，他的表情那么严肃，他变了太多，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到底背负了多大的负担，才会表现成这样？埃斯平开口说道：“那天你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幸都是你的责任，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我遭受的不只是一次不幸，而是很多次。”露西安诺点头说道：“没错。”埃斯平追问：“我不确定自己受了什么伤，您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吗？”露西安诺沉默片刻：“你说过没有什么需要我负责的，所以我干脆忘了。”埃斯平生气地喊道：“你怎么能这么说？明明之前那么担心我。”露西安诺放下茶杯：“我只是在开玩笑，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受了伤，那我就不想告诉你了。”埃斯平站起身问道：“什么？为什么？”露西安诺侧过头回应道：“因为一旦你知道了，就会开始在意，那只是我反应过度，你别放在心上，像往常一样生活就好。”埃斯平欲言又止，但是等等，露西安诺的说话方式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吗？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捂住嘴巴。“殿下，刚才……”埃斯平惊讶地问道：“您刚才是在对我用敬语吗？您以前甚至从没好好叫过我的名字。”露西安诺回应道：“明知道这些，你还一直坚持来见我，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埃斯平喊道：“不要转移话题。”露西安诺神情严肃地说道：“你向我证明了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所以我决定对你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仅此而已。”埃斯平愣在原地：“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我评价这么高了？难道是因为那次松饼事件，我狼狈的样子真的对露西安诺产生了影响吗？我实在没法亲口说出是因为吃了松饼呕吐才晕倒的。”埃斯平试探着问道：“您是指前段时间的那件事吗？”露西安诺点头说道：“没错，就是在那时，我发现你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埃斯平急忙辩解道：“但是那天晕倒完全是我自己的错，即便所有人都在指责我，他也从未将责任推到我身上。那种丢脸的行为也算勇气吗？这完全是个误会。我该感到高兴还是难过？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变得亲近，但我从未想过要让他背负任何责任或负担。然而，我并不想拒绝露西安诺伸出的手，这个曾经不信任任何人的人，现在竟然向我敞开了心扉。”埃斯平轻声问道：“那么，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露西安诺看着他回应道：“既然如此，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埃斯平抬起头喊道：“当然了，这种事必须直接说出来才行。”露西安诺注视着他的眼睛：“既然你这么说，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露西安诺，原来他也会露出那样的笑容，感觉如果是现在，接受这一切似乎也没关系。埃斯平脸上泛起红晕：“我很乐意。既然如此，你能不再用您来称呼我，而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吗？”埃斯平开心地笑了起来：“叫我埃斯平吧。”露西安诺看着面前的女孩说道：“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埃斯平露出笑容，回应道：“好呀，那你能别再叫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吗？”露西安诺愣在原地问道：“你的名字？”埃斯平点着头说道：“没错，总是叫你感觉很奇怪，既然是朋友，那样叫太疏远了，而且每次听你叫你，我都觉得很肉麻。”露西安诺显得有些局促：“肉麻？你竟然说肉麻？你才只有10岁而已。”埃斯平笑着说道：“你可以叫得更自然点，试着叫我埃斯平吧，快点。”露西安诺低下头，犹豫着开口道：“哎，埃斯平。”他抬起头，眼神显得格外认真。埃斯平被吓了一跳，脸瞬间涨红。露西安诺皱起眉问道：“你那是什么表情？我好不容易才叫了名字，你对我太没信心了。我总觉得你不像个孩子，但看到你现在的样子，确实还很年幼。”埃斯平看着他说道：“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这才是你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从那天起，露西安诺开始接受埃斯平那些有失体面的行为，并且不再表现出任何不适。露西安诺放下棋子说道：“将军！”埃斯平懊恼地喊道：“啊，不能让我回2步吗？”露西安诺看着他问道：“你为什么不停止抽卡？”埃斯平惊讶地回应道：“你发现了？”两人的相处日益融洽，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埃斯平垂头丧气地说道：“不，我又输了。这次我明明很有信心。”露西安诺站起身问道：“还要再来一局吗？”埃斯平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们做点别的。”但在那之前，他撩起额前的碎发说道：“来吧，打我吧，输家要被弹脑门。”露西安诺转身离开说道：“我不玩了。”埃斯平拉住他回应道：“不行，愿赌服输，快打我！”他紧闭上双眼，好紧张，不知道他会用多大力气。露西安诺虽然年纪小，但毕竟是个男孩子，力气应该很大吧？我的额头会不会被弹出一个大包？露西安诺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指尖在埃斯平额头轻轻点了一下。埃斯平睁开眼问道：“你刚才打我了吗？”露西安诺回应道：“是的。”埃斯平兴奋地问道：“真的吗？你之后不会反悔，说这次不算数吧？”露西安诺无奈地说道：“放心吧，绝对不会反悔的。接下来你想做什么？”他甚至免除了我输掉赌约的惩罚。多亏了露西安诺这份以前无法想象，甚至有些奢侈的关照，我们之间的相处比预想中更加自在。我沉浸在久违的快乐之中，以至于短暂地忘记了大皇子露西安诺那凄惨的处境。几天后的皇宫内，埃斯平捂着肚子说道：“我好饿，殿下，你这里有吃的吗？”
露西安诺放下书问道：“要我为你泡点茶吗？”埃斯平瘫在沙发上说道：“茶可填不饱肚子，还有别的吗？比如零食之类的。”露西安诺思索片刻，等一下，他走向房间角落，蹲下身子翻找着。露西安诺居然在房间里藏了零食，真是意外。他走回沙发旁说道：“给，拿着吧。”露西安诺递出一个苹果，埃斯平愣愣地看着苹果，这是什么？一个没削皮的生苹果，我以为他会留下一些没吃完的甜点。露西安诺递过苹果说道：“这是苹果，你刚才不是说饿了吗？”埃斯平接过苹果说道：“谢谢你。”他咬了一口苹果，看向露西安诺：“我知道他身边没几个人，但他毕竟是皇室成员，难道连个削皮的人都没有？更奇怪的是，一位皇子竟然在房间里偷偷藏着水果，难道他的食物都是自己准备的吗？”埃斯平犹豫着问道：“殿下，这只是零食对吧？你平时吃饭该不会也是这样吧？”露西安诺咬了一口苹果，平静地回应道：“厨师很容易被收买。”埃斯平愣在原地，怎么会这样？难道他一直以来因为不信任宫廷厨师，所以才自己解决伙食吗？那么他之所以擅长泡茶，也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动手吗？露西安诺低头倒着茶，伊莎贝尔到底把他折磨到了什么程度，竟然让他连自己宫里的人都要时刻提防？埃斯平猛地放下苹果，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他这个年纪正是需要好好吃饭的时候。埃斯平突然站起身，走向露西安诺，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露西安诺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埃斯平拉着他往外走，说道：“这样不行，你先跟我出来一下。”露西安诺愣住，问道：“什么？”埃斯平头也不回地说道：“我们去吃好吃的。”露西安诺被拽得踉跄。“等等，你要带我去哪？”管家迎上前说道：“欢迎回来，小姐。伯爵和伯爵夫人目前。”埃斯平打断他说道：“我带了客人回来，请准备今晚的盛大晚宴。”露西安诺停下脚步，打量着四周。“原来你这么着急，是要带我来塞缪尔府邸吗？”管家看清来人后，露出震惊的神色。“露西安诺殿下。”他立刻恭敬的行礼说道：“能迎来如此尊贵的客人，真是莫大的荣幸。”露西安诺礼貌的回应道：“很抱歉，没有提前通知就突然拜访。”管家略显迟疑的说道：“完全没关系，只是伯爵和伯爵夫人现在正好不在府上。”埃斯平拉着露西安诺：“没关系，我本来就不是带他来见父母的，一定要用心准备晚餐。”露西安诺显得有些局促：“埃斯平，这真的太突然了，我给你们添了麻烦。”埃斯平转过头回应道：“我这也是没办法，只有这样突然行动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是临时起意，谁也没机会插手干预。”露西安诺愣在原地：“什么？”埃斯平露出灿烂的笑容：“没关系的，快请进吧。”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侍者在一旁介绍道：“这是主菜烤牛肉，配有特制的酱汁，还有橄榄油、章鱼、土豆。”露西安诺看着眼前的食物，陷入了沉思。他坐在宽大的餐椅上，显得有些拘谨。埃斯平坐在对面说道：“快尝尝吧，我们家的厨师手艺很好。”露西安诺插起一块肉，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埃斯平凑近问道：“怎么样？”露西安诺睁大眼睛：“味道不一样。”埃斯平有些紧张地问道：“哎，是不好吃吗？”露西安诺低下头说道：“我不知道，只是觉得很不一样。”埃斯平心里一阵酸楚。是啊，他到底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吃过一顿正餐了？每次想到这些，都觉得他好可怜。埃斯平重新振作起来说道：“以后我们也经常像这样一起吃饭吧？”露西安诺停下动作说道：“那不可能，那样太危险了。”埃斯平不以为意地说道：“我们可以像今天这样突然行动呀，而且也不一定非要在我们家里吃。想要收买京城所有的餐厅，可没那么容易吧？”露西安诺陷入沉思：“如果只是偶尔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埃斯平开心地笑起来：“真的吗？你一定要遵守约定，我们要一起吃很多好吃的。”露西安诺看着他的笑脸：“我答应你。”夜幕降临，塞缪尔府邸陷入寂静，病房内传来虚弱的呼唤：“哈里森，你在那里吗？”哈里森站在床边回应道：“是的，父亲。”父亲颤抖着伸出手说道：“答应你这没用的父亲，最后一个请求吧，哪怕只有一次，我也想再见那个人一面，我想为他小时候我所做过的一切道歉。”回忆涌上心头，年幼的露西安诺跪在地上，面前是打翻的饭菜。父亲看着露西安诺的画像：“露西安诺殿下，我真的很抱歉。”哈里森握住父亲的手说道：“父亲，别再说那些了，您应该最清楚。父亲，我们甚至连打听那个人消息的权利都没有。”塞缪尔伯爵领地，埃斯平数着金币说道：“1枚金币，2枚金币。”兔兔的肚子装满了钱。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整理原著内容，并开始看中一件东西，那就是……他举起金币说道：“金币啊，你今天也闪闪发光。”接受了新身份后，我为了利用原著知识，这2年拼命收集财富。11岁的埃斯平最看重金钱，还有攒钱。埃斯平拉住父亲衣角：“父亲，能给我零花钱吗？我决定的第一笔投资是原著中俘获人心的帝都甜品店梅贝尔。我委托冒险者工会调查相关人员的住处，没想到调查已经结束，速度真快。”埃斯平收起钱袋，既然要付委托费，还要用投资金说服他们，至少得带这么多钱吧？兔兔的肚子都要炸了。戴安娜走近问道：“小姐，您是要去银行吗？”埃斯平晃着腿回应道：“啊，今天不去银行。”戴安娜愣在原地问道：“如果不去银行，难道说您是要去花钱吗？”埃斯平歪着头问道：“我用自己的钱，有那么令人震惊吗？”戴安娜惊慌地跑开：“天呐，老爷、夫人、小姐她！”埃斯平在后面追赶：“戴安娜，你要去哪里？”本杰明猛地拍桌：“你说什么？我们的埃斯平竟然要去花钱？在那之前，他总是只要求金币作为零花钱。”埃斯平抱着钱袋说道：“爸爸，兔兔喜欢金币，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喂饱兔兔，甚至会给父亲按摩，然后他会把每一枚金币都存进银行里，从来没有取出来过，哪怕一枚。本杰明感叹道：“我们贪财的埃斯平。”埃斯平愣在原地。贪财的埃斯平，他有些不满地说道：“喂，那个外号也太过分了，我可是您唯一的女儿。”本杰明看着女儿问道：“但是埃斯平，你到底打算把那笔钱用在什么地方？”埃斯平竖起手指说道：“那是秘密。”莉莉温柔地叮嘱道：“有想要的东西是好事，但不要一次性全部花光，明白吗？”本杰明和莉莉无奈的对视，随后一起点了点头。埃斯平认真的说道：“当然了，您知道钱对我来说有多么珍贵。”莉莉点头说道：“那倒是，出门在外一定要抓紧比利的手，别忘了，如果你再敢独自乱跑，就要被禁足了。”埃斯平吐了吐舌头：“我知道啦。”他转身跑向门口：“那我出发了。”华丽的马车穿过街道，停在了一栋建筑前。比利在车外说道：“小姐，我们已经到达冒险者公会了。”埃斯平跳下马车说道：“谢谢你，比利。”比利扶着车门回应道：“这没什么。”比利伸出手问道：“我们要进去吗？”埃斯平微笑着回应道：“他牵住比利的指尖，两人走进冒险者公会。埃斯平看向接待员说道：“打扰了，我是来找德利亚女士的。”只要说是埃斯平，他就会知道。接待员回应道：“请往这边走。”埃斯平紧跟在比利身后，穿过走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听说只有注册冒险者才会使用这里，果然很冷清。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个公会的地位最低。虽然对公会很不幸，但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如果今天之后能继续合作就好了。不知道德利亚如何看待这次委托？德利亚抬起头说道：“好久不见，埃斯平小姐，这是你要求的那2个人的地址信息，一共是5枚金币。”埃斯平瞪大眼睛喊道：“5枚金币，比预想的要贵。虽然很想讨价还价，但在第一次委托时讨价，并不会给我加分。这都是为了未来的投资，现在不能吝啬。”埃斯平从包里掏出钱袋，放在桌上说道：“这是5枚金币。”德利亚看着金币问道：“你不检查一下信息是否正确吗？”埃斯平微笑着回应道：“只是对普通人的简单调查，我想你不会拿这种事骗我。”他接过纸条，让我看看，他们住的比我想象中近。德利亚看着他说道：“那个埃斯平小姐，如果不介意，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埃斯平抬起头：“当然，请讲。”德利亚神色复杂的说道：“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收到公会外的人发来的请求，所以我看到你来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而且，你委托我们的是基础信息搜集工作，并非探索请求，为什么不去找情报公会，反而来找我们？”埃斯平露出一丝微笑：“太好了，这就是我在等的提问。通常情况下，秘密调查确实是情报公会的领域，但我现在不想去那里，因为情报公会最终都属于那个幕后黑手德米安。对于我这种需要情报网来填补援助空白的人来说，拥有广泛行动范围和自主权的冒险者公会是除了情报公会外承接请求的最佳选择。如果一切顺利，这对德利亚也有好处。对于一个经营困难且处于赤字状态的公会，赚取外部请求的收入可以为复兴铺平道路。”埃斯平解释道：“我听说情报公会不在乎手段和道德，我不喜欢和那种地方打交道。难道我的请求让冒险者公会感到为难吗？”德利亚摇头回应道：“完全不会，倒不如说，对于这类工作，我认为接受外部请求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事，你愿意再次光临本公会吗？”埃斯平握紧拳头：“太好了，我成功和冒险者公会建立了联系。”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利用公会优势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埃斯平开心地回应道：“当然了，如果您能继续接受委托，我会感到很安心。我非常期待与您的合作。”德利亚露出微笑说道：“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也很期待。”埃斯平看着手中的纸条，冒险者公会那边进展得很顺利，接下来去见见未来的合伙人吧。他来到一处民宅前喊道：“你好，我是埃斯平，塞缪尔，你们2位就是梅小姐还有贝尔小姐吧？”红发的梅和棕发的贝尔露出惊讶的神情，梅疑惑地回应道：“我们确实是，但你是谁？”贝尔接着问道：“你看上去像位贵族小姐，是怎么知道我们名字的？”埃斯平有些尴尬地解释道：“啊，那个，我正在寻找这附近最优秀的糕点师，大家都向我推荐你们2位，总不能说是我调查过，所以还是说的模糊点吧。”梅皱起眉头说道：“推荐？这不太可能吧？所以你找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埃斯平张开双手说道：“我正在寻找未来的投资项目，我想提议让你们2位开一家甜品店。”他拍着胸脯保证道：“你们不用担心启动资金或者初期的运营费用，我会承担一切。我存了这么久的钱，就是为了今天。启动资金就是一切，他们绝对无法拒绝这么优厚的条件。”梅和贝尔对视一眼，有些迟疑地问道：“你是想让我们把烤好的点心卖给别人吗？”梅转过身回应道：“抱歉，但是我们不能接受那个提议。”埃斯平愣在原地：“哎，为什么不呢？我不是说过不用担心成本吗？”梅转过身回应道：“为什么？因为烘焙对我们来说只是个爱好。”埃斯平愣在原地，该怎么办？原著里从未提到过他们确切的开店日期，但是凭借足以占领首都的技术，我以为他们现在至少会有开店的想法。如果现在放弃，以后想再找机会就更难了。梅凑到贝尔耳边说道：“我们把他送走吧。”埃斯平握紧拳头，没别的办法了，我必须想办法说服梅和贝尔，我要和他们一起爬上那座金山。皇宫厨房内，露西安诺正在揉面。埃斯平，这些面团够了吗？露西安诺停下动作。埃斯平看着窗外发呆，没有回应。他依然沉默不语。
露西安诺走上前，拍住他的肩膀喊道：“艾斯平！”艾斯平猛然回神：“你叫我吗？”露西安诺无奈地回应道：“什么叫我叫你吗？我一直都在跟你说话。”艾斯平回应道：“抱歉，我刚才走神了。”露西安诺看着他问道：“你今天约会也迟到了，出什么事了吗？你说过见到了某个人，是在想那个人吗？”艾斯平急忙摆手说道：“不是那样的，面团看起来很棒，现在只要切大蒜就行。”露西安诺皱眉说道：“别转移话题。”艾斯平低下头说道：“转移话题？我只是有点累了，给你，快点把这些大蒜捣碎。”露西安诺盯着碗，一言不发地沉下脸。“你又在撇嘴了，只要对他隐瞒事情，他就会变成这样。”艾斯平无奈地说道：“殿下，我告诉过你什么？要成为优秀的厨师，才能当完美的丈夫，那样你才会得到妻子的爱。难道你不想被未来的妻子爱吗？”露西安诺低下头回应道：“知道了，我会做的。”他开始认真捣碎大蒜。艾斯平看着他的样子，果然这招很管用。回想起来，露西安诺起初戒心很重，直到相处很久，我向他展示了真心，他才终于对我敞开心扉。看来只能继续去见梅和贝尔了。马车停在街道旁，比利在车外说道：“小姐，我们到了。”艾斯平走下马车说道：“比利，我很快就回来。”比利点头回应道：“好的，我会在这里等您。”已经去见梅和贝尔1周了吗？艾斯平走向店铺，希望今天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停下脚步，门竟然开着，一股浓郁的香味飘散出来，好香！他们在烤面包，时机完美。今天本就打算换个方式去说服他们。艾斯平推开门喊道：“你好，我是来投资的。”梅端着托盘，惊讶地说道：“天哪，艾斯平小姐，你又来了，差不多该放弃了吧？”艾斯平挥着手回应道：“放弃，真是太伤人了。我确信你们能做出最棒的甜点，不过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很难信任我，毕竟我还没尝过你们的面包，所以今天能让我加入茶歇吗？”艾斯平笑着说道：“这正是个好机会，能尝尝贝尔做的面包。我还带了些大蒜面包，我们可以一起吃。”贝尔停下动作问道：“你想尝尝我的面包？”屋内的气氛瞬间凝固，艾斯平有些不安，怎么回事？这气氛是怎么了？贝尔的表情变得好阴沉。艾斯平试探着问道：“那个，我说错什么了吗？”梅低声回应道：“不是那样的。”艾斯平看着贝尔，他的表情太严峻了，不像是单纯因为我的拜访。如果不是因为我，难道是？贝尔低着头，沉默不语，手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难道他讨厌别人尝他亲手做的面包吗？如果是这样，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不想开店了。但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贝尔低声说道：“请坐吧。”艾斯平有些拘谨地坐下。梅拉住贝尔，问道：“贝尔，你真的要端上面包吗？你确定吗？”贝尔点头回应道：“是的，让他亲自尝尝会更快。”失礼了。他转身走向厨房。梅看着艾斯平说道：“只要你尝过就会明白，明白我们为什么完全没有开店的打算。等你明白之后，请不要再多说一句话，直接离开这里吧。”一块布朗尼被端上桌，艾斯平看着眼前的甜点，是一块布朗尼，至少看起来很正常。梅为什么要说那种话？这种东西吃起来到底会是什么味道？他插起一小块布朗尼，我要开动了。艾斯平张开嘴，将布朗尼送入口中。梅和贝尔紧张地盯着他。艾斯平咀嚼着布朗尼，突然睁大眼睛，这简直是艺术！怎么会有这种布朗尼？艾斯平放下叉子喊道：“太棒了！这种布朗尼怎么可能存在？口感绵密却不粘牙，简直太完美了！浓郁的巧克力香气在口中瞬间炸裂，还带着淡淡的香蕉清香。”梅皱着眉头回应道：“什么？请不要撒谎！你只是为了让我们接受投资，才故意说这种好听的话吧？”艾斯平急忙反驳道：“你在说什么啊？我对食物可是非常挑剔的，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布朗尼，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贝尔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真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做的点心好吃？”梅转过头看向他。贝尔捂住嘴，抽泣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哽咽着说道：“我真不敢相信，以前所有人都说那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竟然真的有人会喜欢贝尔做的点心。”梅走上前，轻轻拍着贝尔的背。在那之后，我听到了贝尔的故事。几年前，贝尔在首都一家大型甜品店担任学徒工，但那里的主厨帕姆是个非常严厉的人，经常对学徒进行言语虐待。帕姆双手交叉在胸前，冷冷地看着贝尔，随后指着他大声辱骂道：“完全没有创意，你只会这种做法吗？你根本没有才华。”帕姆继续辱骂道：“你干脆辞职吧，谁会花钱吃这种东西？”贝尔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一直依靠着他的未婚夫，他拼命工作，想给那个温柔的男人带去好消息。然而有一天，未婚夫突然提出要解除婚约，他冷冷地说道：“我已经找到了别人，那个新欢正是帕姆，那个一直折磨贝尔的主厨。”但比起背叛，他最后留下的那些话，更像利刃一样刺痛贝尔的心。未婚夫转身离去时说道：“贝尔，你差不多该放弃做甜点了吧？比起帕姆做的东西，你做的简直就像垃圾。”贝尔瘫坐在地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艾斯平猛地拍向桌面：“不，他才是垃圾！他凭什么说那种话？每个人的口味和偏好都不同，他怎么能说出那种话？”贝尔小声回应道：“小姐，只要你说它好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艾斯平握住贝尔的手说道：“贝尔，不要因为那种人就放弃你的梦想。我确信你的甜点不仅能打动我，还能打动整个首都。不，我保证它能震撼整个帝国所有人的心。”贝尔愣在原地，竟然到了那种程度吗？艾斯平露出自信的微笑：“既然如此，我们要不要打个赌，在即将到来的苹果节上展示梅和贝尔的甜点吧？我敢打赌，你们两个能卖出100份。”梅惊讶的大声喊道：“什么？突然要打赌吗？听完贝尔的故事后，你真的还要这么说吗？”
埃斯平坚定地回应道：“正因为听了那个故事，我才要这么说。如果你们没卖出100份，就算你们赢了，我以后绝不再提投资的事，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但如果我赢了，你们就必须答应我，跟我一起开一家店。”埃斯平张开双手问道：“怎么样？这个提议不坏吧？”苹果节当天，梅和贝尔如约摆起了摊位。苹果节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举行，人们会在这天送出小礼物，向想要道歉的人表达歉意。精巧的饰品和甜点非常受欢迎，比如可爱的马卡龙。埃斯平端起托盘，大声说道：“大家快来看看这些马卡龙，它们可爱到能瞬间融化那些被道歉者的心。”围观的顾客惊叹道：“哇，这是什么？好可爱！”一名少女兴奋地问道：“这些是马卡龙对吧？请给我拿一个，我现在就要尝尝。”梅和贝尔一直都很担心，但甜点轻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顾客们围在摊位前说道：“请也给我拿一个，我也要。”埃斯平忙着分发甜点，说道：“拿好你的马卡龙。”他转头看向同伴说道：“看吧，我就说这些会卖得很好。”顾客们纷纷赞叹道：“你的甜点是最棒的，真的很好吃，我们要不要多买几个？”贝尔看着热闹的摊位，喉咙微微起伏：“真的吗？大家真的喜欢我做的甜点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想变得勇敢一点。”顾客在摊位前感叹道：“一个跟贝尔不够吃，这些甜点真的太棒了。”梅拉着贝尔的手，对路过的行人喊道：“没错，路过的人也来看看吧。”露西安诺双手叉腰，看着热闹的摊位笑道：“比利看着眼前的景象，生意真的很好。您预料到会这样吗？当初您提到要投资时，我其实还有些怀疑。”埃斯平得意地说道：“我很有看人的眼光，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一定会成功的。”比利点头回应道：“您的洞察力真是惊人，照这个速度看，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剩下的交给他们两个吧，我们也去看看礼物如何？”埃斯平点头回应道：“好啊。”他走在街上，好奇地问道：“比利，你有需要道歉的人吗？”比利无奈地回应道：“确实有那么几个，但我觉得您需要道歉的人应该比我更多吧？”埃斯平停下脚步喊道：“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比利摊开手说道：“就是字面意思。您到底招惹了多少人？”埃斯平走在花丛旁，陷入了沉思。要买什么好呢？吃的还是别的？鲜花虽然很漂亮，但过几天就会枯萎。到底是谁让我挑选的这么仔细？比利走到一处摊位前：“我可以看看这里吗？”埃斯平看着摊位问道：“这些是饰品吗？”比利拿起一件饰品，轻轻点头。埃斯平坏笑着说道：“要接受你道歉的那位女士一定会喜欢这个的。”比利愣了一下，问道：“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女孩？”埃斯平凑近追问：“是谁？是府邸里的人吗？”比利有些尴尬地回应道：“不，只是上次在酒馆里不小心惹到的人。”埃斯平不依不饶地说道：“快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突然，一股沉重的压迫感袭来，埃斯平停下动作。这种压力是怎么回事？他顺着感觉转过头，是一头熊吗？难道有熊从山上下来了？埃斯平呆立在原地，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高大，体型看起来甚至比比利还要壮？他仔细观察着对方的侧脸，看长相似乎只比我大3、4岁，或者是一个长得非常年轻的成年人。盯着别人看是很失礼的行为，但我真的忍不住。哈里森突然转过头，目光交汇的瞬间，露西安诺吓得缩起肩膀，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埃斯平被摊位上的2条许愿手链吸引了目光，这是什么？虽然有些迷信，但颜色简直和我与露西安诺的一模一样，我一定要买下这个。他指着手链问道：“请问这个多少钱？”摊主回应道：“每个5枚仙女币。”埃斯平正要掏钱，旁边的哈里森抢先说道：“请把这个包起来，另一个我现在就要带走。”埃斯平愣在原地，他竟然也看中了这个吗？哈里森转过头问道：“你也打算买这个吗？”摊主在一旁抱歉地说道：“哎呀，这是手工制作的，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埃斯平愣了一下，回应道：“原来是这样。”他看着对方问道：“那么你会买下它吗？”“我原本只是想买来送给朋友当礼物的，如果你是想买来当道歉礼物，我可以把它让给你。”哈里森听到这话，肩膀微微颤抖。埃斯平猛地睁大眼睛：“等等，这个人。”哈里森低着头说道：“没关系，谢谢你。”埃斯平看着对方的侧脸，他现在是在哭吗？埃斯平惊慌地喊道：“等一下，你为什么突然哭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比利走过来看着这一幕：“小姐，你是不是趁我不注意把陌生人弄哭了？看来你需要道歉的对象又增加了一个。”埃斯平急忙反驳道：“才不是那样。”比利按住胸口致歉道：“如果我家小姐伤了你的心，我诚挚地向你道歉。”埃斯平在一旁抓狂地喊道：“都说了不是那样的。”哈里森擦了擦眼角：“不，这位小姐没做错什么，相反，她正打算把东西让给我。”埃斯平指着对方喊道：“看吧。”比利看着哈里森说道：“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伤心事，但突然这样哭出来，会让别人误会的。”哈里森低头道歉道：“对不起。”埃斯平看着对方落寞的神情，心中满是疑惑。也许是因为同样是金发，看着眼前的少年，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露西安诺。我实在无法就这样走开。虽然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但看他的样子，似乎需要进行一次非常艰难的道歉。哈里森低着头，嘴唇微微颤抖。糟糕，看样子他又要哭出来了。比利站在一旁，示意最好还是退后一步，让他一个人待着。埃斯平却走上前，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别担心，今天毕竟是苹果节，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但只要你真心实意的去道歉，对方一定也会原谅你的。那么，我们都一起加油吧。”他转过身对比利说道：“走吧，比利。”比利点头回应道：“好的，小姐。”哈里森呆立在原地，看着露西安诺离去的背影。只要竭尽全力，就真的能被原谅吗？真的能有那么简单吗？即便我是那个将他们推向地狱之人的儿子，
最近的日子总是充满了泪水。首先是道歉那天遇到的那个男人，哈里森竟然在我面前哭了起来。接着是贝尔和梅，他们成功卖掉了甜点，喜极而泣。最后是埃斯平，最后哭的人是我自己。莉莉严厉地说道：“我告诉过你，在外面要紧紧牵着比利，你忘了为什么定这规矩吗？如果你突然失踪了怎么办？”埃斯平低头回应道：“对不起，母亲。”比利走上前问道：“小姐。”结果1个月后，我再次来到皇宫，殿下到底在哪里？我还带了礼物，想给他一个惊喜。房间是空的，书房里也没有人。远处传来严厉的斥责声：“是谁允许你一路闯到这里来的？”那是露西安诺的声音。那个方向是接待室，难道他有客人？据我所知，在来看望露西安诺的人里，不应该有任何真正受欢迎的客人。我什么时候说过我需要这种东西？听他的声音，对方肯定是个讨厌的人。是谁呢？我该等他们谈完吗？还是现在就冲进去，站在露西安诺这一边？露西安诺愤怒地说道：“真不知道你怎么有脸出现在这里！立刻给我滚出去！”我猛地推开门，却被露西安诺一把抓住。门突然被拉开，我失去重心，整个人向前栽倒。哈里森惊讶地问道：“埃斯平？”我尴尬地低下头，又在最糟糕的时机出现了。我慌忙回应道：“对不起，我不是在偷听，只是担心殿下出事。”哈里森皱起眉头说道：“那你为什么只是站在那里发呆？我都亲自开门让你离开了。”我支支吾吾地回应道：“是的，但是这个声音好耳熟。”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房间里的人。哈里森正一脸无措地问道：“那么我该把礼物放在哪？”竟然是那天在集市遇到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会在这里？露西安诺愤怒地说道：“我不需要这种微不足道的礼物，给我滚出去！难道你没看见这里还有客人吗？还是说你想让我亲自送你走？”哈里森低声回应道：“不，我很抱歉，刚才失礼了。”露西安诺拉起地上的埃斯平起来，一个有足够修养向露西安诺道歉的贵族，到底会是谁啊？难道是露西安诺的堂兄弟，原著小说里的男2号？难道他就是哈里森？难怪他们的发色看起来如此相似。哈里森在未来，他将与露西安诺作为骑士与主君共度余生。但露西安诺现在如此强烈的排斥他，是因为哈里森的父亲曾在露西安诺年幼时试图毒杀他。虽然哈里森并未直接参与那次事件，但每当露西安诺面对他，都会被迫想起那段无法信任他人的痛苦。所以，即便哈里森代父前来道歉，露西安诺也绝不会轻易接受。奇怪的是，在原著故事中，哈里森出现的节点应该是几年之后，现在他们之间还没有建立任何羁绊，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并为此道歉？等等，道歉？我想起在集市那天，哈里森哭泣的样子，我曾对他说道：“别担心，今天是道歉日，虽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去道歉吧。难道是因为我？只要诚心道歉，对方一定会原谅你的。真的是因为我。”按照哈里森的性格，本该犹豫更久才对，因为听了我的建议，他提前获得了勇气，导致剧情进度被跳过了。一切发生的太快，对接受道歉的人来说实在太突然了。我搞砸了，该怎么补救？埃斯平低下头说道：“殿下，对不起。”露西安诺疑惑地问道：“为了什么？表现的失礼的人是我。”他看起来还是很生气。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心情好转。我握紧拳头，希望能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埃斯平抬起头说道：“其实我有东西要送给你。”露西安诺问道：“你确定要送给我吗？是什么？”埃斯平微笑着说道：“能把手借我一下吗？”露西安诺疑惑地伸出手，我将红色的绳结系在他的手腕上，这是许愿手链，只要对着它许愿，等绳结自然断开的那天，愿望就会实现。你看，这和我的那条很配，颜色就像我们2个一样。露西安诺看着手腕说道：“这是，谢谢你，我很喜欢，太好了。”他的心情看起来好多了。埃斯平凑近问道：“你会许什么愿望呢？”露西安诺转过头回应道：“谁知道呢？这是个秘密。”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敲门声打断了温馨的氛围。露西安诺转过身，看向紧闭的大门，说道：“这次又是谁？”门外传来恭敬的声音：“露西安诺殿下。”传令官继续说道：“伊莎贝尔皇后陛下邀请殿下您参加明天的剑术比试。”在伊莎贝尔举办的剑术比试当天，皇宫训练场气氛肃穆。露西安诺带着埃斯平穿过长廊走来，伊莎贝尔摇着折扇说道：“欢迎你，露西安诺王子。我没有在你忙碌时强行把你叫来吧？”露西安诺平静地回应道：“没关系。”埃斯平提起裙摆行礼：“埃斯平，塞缪尔向皇后陛下问安。”伊莎贝尔微笑着问道：“哦呀，埃斯平也来了吗？”埃斯平笑着回应道：“是的，我正好来宫里办事，便随王子一同来向您请安。”伊莎贝尔点头说道：“原来如此，你们来的正好。”埃斯平看向伊莎贝尔说道：“其实露西安诺王子今天本不想让我过来，因为皇后陛下突然召见了他，谁知道他在策划什么，我怎么能让他独自前来？”伊莎贝尔合上折扇说道：“今天找露西安诺王子过来，是因为我有事相求。如你所知，我们的斯蒂芬最近一直在练习剑术吧，所以我想，如果露西安诺王子能当他的陪练，就太好了。”露西安诺和埃斯平愣在原地。什么？露西安诺看着斯蒂芬，陷入沉默。剑术比试。斯蒂芬握着长剑站在露西安诺面前。埃斯平看着露西安诺，但是露西安诺从去年开始就没能学习剑术。去年春天，在皇子剑术导师选拔赛上，骑士团长主动提出要收斯蒂芬为徒。与此同时，他却解雇了露西安诺，声称他还没有资格学习剑术。这意味着露西安诺根本无法聘请任何骑士作为自己的导师。而影响那个决定的正是皇后伊莎贝尔，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伊莎贝尔凑近露西安诺：“你会答应我的请求吧？”
路西安诺王子竟然要求和斯蒂芬比试，还叫来下属围观。他是想通过一场胜负已定的战斗来羞辱路西安诺。埃斯平上前一步：“陛下，这太不公平了。”路西安诺伸手拦在埃斯平身前，他看向伊莎贝尔说道：“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做斯蒂芬的对手。如您所知，我一直没能接受正规的剑术训练。”伊莎贝尔轻笑一声说道：“哎呀，路西安诺王子，我听说你平时也会一个人挥舞木剑，如果你和斯蒂芬切磋，不也能学到点什么吗？”埃斯平瞪大眼睛：“什么？他竟然让路西安诺向比自己年幼的弟弟学习，这简直是在践踏自尊心。”路西安诺闭上双眼：“我明白了，既然您如此坚持，我会尽力而为。”路西安诺与斯蒂芬各自手持木剑，在场地中央对峙。伊莎贝尔摇着折扇，看向身边的少女说道：“埃斯平。”埃斯平回过神来：“是的。”伊莎贝尔微笑着问道：“你觉得谁会赢？”埃斯平沉默片刻，随后抬起头：“我认为路西安诺王子一定会赢。”伊莎贝尔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埃斯平紧紧握住双手，注视着场上的身影。是的，我相信王子能赢。路西安诺可是这本小说的男主角，即便现在正被践踏，被所有人无视，但他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上必胜的决心，一定会带来谁也无法预料的结果。路西安诺挥动木剑，与斯蒂芬正面交锋，两柄木剑激烈碰撞，互不相让。围观的贵族赞叹道：“哇，真不愧是斯蒂芬王子，剑术如此犀利。”另一人回应道：“令人印象深刻。”伊莎贝尔看着场内，但是埃斯平紧张地注视着战局。路西安诺王子的表现比预想中要好得多。路西安诺挥剑猛击，斯蒂芬节节败退，木剑在空中剧烈碰撞。斯蒂芬咬紧牙关，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路西安诺侧身闪避，顺势挥出一记重击。斯蒂芬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木剑被震飞，重重地摔在地上。伊莎贝尔惊叫道：“斯蒂芬！”埃斯平紧张地注视着场上的变故。卫兵们见状，急忙冲上前喊道：“快停下！”斯蒂芬捂着受伤的手：“别靠近我，还没结束。”卫兵们停下脚步，迟疑地喊道：“殿下！”斯蒂芬愤怒地吼道：“你竟然敢在我的脸上留下伤痕，我绝不会放过你！”他猛地冲向路西安诺，挥动木剑疯狂劈砍。路西安诺猝不及防，木剑被瞬间击飞。斯蒂芬顺势横扫，踢中对方的脚踝。路西安诺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伊莎贝尔和埃斯平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斯蒂芬居高临下，俯视着倒地的兄长。围观的贵族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果然是斯蒂芬王子赢了，恭喜斯蒂芬王子！路西安诺坐在地上，看着欢呼的人群，陷入了沉默。埃斯平冲向赛场，路西安诺王子，他焦急地问道：“你受伤了吗？”路西安诺低声回应道：“我没事。”斯蒂芬握着木剑，站在一旁沉默不语。伊莎贝尔走上前来：“斯蒂芬王子。”斯蒂芬露出灿烂的笑容：“是的，母亲，我没事。”伊莎贝尔突然伸手死死按住他的肩膀，斯蒂芬被吓得瞬间失去了笑容。伊莎贝尔低声说道：“这种惨胜根本毫无意义，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彻底压制住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真的很失望。难道我准备这个舞台就是为了看你赢得这么难看吗？”斯蒂芬握着木剑的手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斯蒂芬低下头：“我明白了，对不起，母亲。”那天，路西安诺输给了斯蒂芬，独自跑出了训练场。埃斯平担忧地问道：“殿下，您没事吧？”路西安诺没有回应，径直跑向远方。埃斯平在身后喊道：“路西安诺殿下，我本来想确认他是否受伤，虽然理解他的心情，但如果放任不管，他一定会躲起来偷偷哭泣。我不能丢下他，因为我们是朋友。”埃斯平迈开脚步，追向路西安诺离开的方向。斯蒂芬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伊莎贝尔走近问道：“斯蒂芬，你站在那里发什么呆？今天我们要从基础开始，重新学习剑术。”斯蒂芬低头回应道：“是的，母亲。”皇宫花园内，埃斯平大声呼喊道：“殿下，你在哪里？”路西安诺，你跑不远的，毕竟你还在皇宫里。埃斯平拨开茂密的草丛，终于发现了躲藏的身影。找到你了，你怎么躲在这种地方？路西安诺蜷缩着身体，我想一个人待着。埃斯平慢慢坐下说道：“我知道，但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是因为输了才难过吗？”路西安诺沉默不语，只是低头看着地面。埃斯平微笑着说道：“我觉得殿下今天表现得很棒，您战斗的样子很帅气。”路西安诺握紧拳头，最后还是输了，这有什么好帅气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不公平，路西安诺心里很清楚，所以才会感到羞愧和愤怒。如果我接受过正规训练，如果能再多挡住一次斯蒂芬挥过来的剑。路西安诺眼神落寞，我真的很想赢。埃斯平大声鼓励道：“没关系的，下次你一定会赢。”路西安诺难以置信地问道：“什么？那是不可能的。自学是有极限的，我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埃斯平凑近反驳道：“不，我觉得殿下在剑术上真的很有天赋，我会尽全力帮你变强，因为我站在你这边。”路西安诺眼眶微微泛红。埃斯平，谢谢你。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埃斯平的手。我直接去了冒险者工会，提交了一份委托。德利亚递过资料说道：“这是你要找的人的信息。”埃斯平惊讶地喊道：“这么快？工会的情报网果然厉害，简直是名不虚传。”他接过资料回应道：“谢谢。”我对路西安诺的安慰并不是随口说说，在未来他会成长为剑术大师，拥有举世无双的武力，但那必须建立在他得到正确指导的前提下。所以，我这次要找的人是醉剑凯尔，他是原著中路西安诺的师傅。既然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我就必须找到他。
艾斯平看着窗外，陷入沉思。如果我干涉的太多，可能会剥夺他们自然相处和成长的机会。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像之前遇到的哈里森，在原著小说中，露西安诺和凯尔是偶然相遇的。虽然不知道他们初次见面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以露西安诺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对陌生人敞开心扉。比利在车外说道：“小姐，我们快到了。”艾斯平回过神来，好的，我知道了。我之所以犹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露西安诺的性格，即使和我成为了朋友，她依然对人充满戒心，所以我需要一个完美的理由把那个人介绍给他。不过，经历了昨天的事情，露西安诺现在一定很渴望一位名师，现在不正是寻找最贱的最佳时机吗？艾斯平走下马车，站在一家酒馆门前，比利面露难色地问道：“但是小姐，您真的打算进去吗？”艾斯平坚定地回应道：“没错，根据德利亚的情报，我要找的人就在里面。”比利看着破旧的酒馆，无奈地说道：“如果主人知道我带您来这种地方，我肯定会被惩罚的。”艾斯平摆摆手说道：“没事的，没事的。”比利叹了口气说道：“那么小姐，请跟我约好，如果我觉得里面不妙，您必须立刻跟我出来。”艾斯平笑着回应道：“我保证，作为交换，如果有醉汉袭击我，你一定要保护我。”艾斯平推开酒馆大门走了进去。比利肯定地回应道：“是的。”比利震惊地喊道：“什么？小姐袭击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打算做什么？”艾斯平没有理会，径直冲向酒馆大门。比利在身后追赶道：“小姐，等等！”艾斯平用力推开大门，对着屋内大声喊道：“你好，我是来见最贱的。”凯尔满脸通红，愤怒地转过身说道：“像你这种小鬼，谁允许你直呼我的名字？”艾斯平走上前，比利紧随其后。他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你就是传闻中的醉鬼凯尔吗？”凯尔回应道：“是又怎么样？”艾斯平平静地说道：“我只是想和你谈谈。”凯尔冷哼一声：“我跟贵族小姐没什么好谈的。”他继续低头摆弄手中的物件，完全没有理会的意思。竟然彻底被无视了，看来必须抛出能让他感兴趣的话题才行。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说道：“凯尔·佩德罗，那是你的真名吧？”那个名字。凯尔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透出寒意，问道：“你这种贵族小姐是怎么知道那个名字的？”他的情绪瞬间变了，仅仅是因为提到了真名吗？凯尔突然伸手抓向艾斯平，他惊叫道：“等一下！”比利迅速闪身挡在前面，一把抓住凯尔的手腕。凯尔盯着眼前的护卫，陷入了沉默。比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攻击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躲闪。如果不是比利挡住，他已经抓住了我的衣领。凯尔收回手说道：“居然没躲开，看来你带了个不错的帮手。我不管是谁派你来的，如果觉得我只是个酒鬼，就太小看我了。派个小鬼来让我放松警惕，真是厚颜无耻。谁派我来的？”他在说什么？酒馆里的食客开始骚动。嘿，发生什么事了？又有贵族来找凯尔麻烦吗？另一个酒客回应道：“他们忘了凯尔上次是怎么把人打回去的吗？看来凯尔在贵族中有不少敌人，必须在酒馆彻底乱套前把事情解决掉。”他攥紧裙角喊道：“等一下，我想这之间有误会。首先是你，我明明说过只是想谈谈，从来没想过要攻击你，你却突然威胁我。还有大家，就算你们想保护朋友，一群大人围攻一个小孩，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这样对吗？”艾斯平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光头酒客缩了缩脖子：“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头巾男低声嘀咕道：“他们真的只来了2个人，连卫兵都没带吗？”凯尔看着艾斯平，陷入沉思。那个名字只有过去的人才知道，他不是为了威胁我的弱点才故意提起那个名字的吗？真不愧是师徒，怀疑别人的方式简直一模一样。他直视着凯尔说道：“好好想想吧，如果我真的心怀恶意，会这样公开露面吗？我确实调查过你，但那是因为我有求于你。如果你不喜欢请求，我也可以和你做笔交易。”凯尔露出一丝冷笑：“你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鬼做交易？”艾斯平挺起胸膛回应道：“没错，因为我可不是普通的小鬼，只要你听完我的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后悔。所以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谈谈？”两人来到安静的林间，凯尔双手插兜问道：“所以呢，你到底有什么请求？我可没打算只因为你说了就答应。”艾斯平转过身回应道：“我听说你的剑术非常高超，所以我在想，你是否愿意收个徒弟？”凯尔侧过头看向他：“你是想让我教你吗？”他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想让你训练的是我朋友。他很有潜力，如果有好的老师指导，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剑士。如果你接受我的提议。”艾斯平微笑着说道：“我保证也会帮你实现愿望。”凯尔俯视着他问道：“你倒是挺自信，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艾斯平歪着头回应道：“这个嘛，难道不是复仇吗？”凯尔沉默片刻：“喂，你到底对我了解多少？既然我知道凯尔·佩德罗这个名字，那当然是全部都知道了。虽然这只是半真半假，但气势上不能输。原著故事中关于凯尔的记载是这样的：在过去，他曾是帝国骑士团的一员，因为某些变故，凯尔被不光彩地逐出了骑士团。后来他偶然遇到了露西安诺，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开始训练那个孩子。根据这些情报，以及他对贵族的警惕，还有听到真名时的剧烈反应，凯尔复仇的目标很可能就在骑士团内部。那个诬陷他并将他踢出骑士团的人，应该就是现任的骑士团长。而骑士团长属于伊莎贝尔皇后的派系，这意味着凯尔和我们一样，都对皇后一方怀有恨意。他露出自信的笑容，看着凯尔说道：“我会帮你实现复仇的。”艾斯平抬头看着凯尔问道：“你会怎么做？”凯尔沉默片刻回应道：“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而且我也看得出来，你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但是，即便你知道我的目标，凭你这种年纪的小姑娘，能做的事情
也有限。他张开手掌，继续说道：“所以我也想提出一个反向建议。”凯尔伸出手说道：“把那个孩子带过来吧，我要亲眼看看他够不够格。”看着他那副冷笑，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一定打算随便找个借口说他没天赋，然后顺理成章的拒绝我吧？可惜要让你失望了，我们的露西安诺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强。他自信的笑道：“没问题，你就尽管期待吧。”那时候的我非常兴奋，以为这是命运般的师徒会面。第二天，在我的苦口哀求下，露西安诺极不情愿地来到了酒馆。露西安诺看着眼前的男人，这老头是谁？埃斯平感到一阵头痛，他说话的方式真是够了。为了促成这次见面，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啊！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露西安诺看向埃斯平问道：“埃斯平，这男人是谁？他身上全是酒味。你说过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肯定不是这个醉鬼吧？”埃斯平在心中呐喊：“不，露西安诺，别再说了。”凯尔露出不悦的神色，回应道：“我也没指望会见到这么没礼貌的小鬼。你对初次见面的人就没什么不能说的吗？”埃斯平惊恐地看着两人，糟了，凯尔也被激怒了。露西安诺与凯尔对峙，埃斯平看着两人，照这样下去，他们会大打一架的。如果原本师徒关系的剧情被毁了怎么办？我必须介入。埃斯平拉住露西安诺说道：“那个王。”他猛地捂住嘴。对了，现在还不能透露露西安诺的身份。如果凯尔知道他是王子，也就是他想复仇的对象，他会太轻易的接受提议，但那样他们永远无法建立互信关系。我需要给他们一个先接纳彼此的机会。埃斯平伸手拽住露西安诺的衣角。埃斯平看向露西安诺说道：“露西，请听我说这一次，因为你的生日快到了，我为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露西安诺愣住，回应道：“什么？”露西果然缩短名字让他不舒服吗？埃斯平仔细观察着他，等等，他的眼神在微微晃动，嘴唇也在抽动。他虽然没表现出来，但看起来其实很高兴。难道他其实很喜欢被叫露西吗？毕竟这个昵称听起来更加亲近。如果是这样的话，没错，露西是最棒的，你会接受这份礼物的，对吧？露西安诺有些局促。埃斯平开心的回应道：“真的吗？”凯尔在一旁看着两人，礼物？我是什么？一件物品吗？看看你们两个真是荒谬。如果你们要玩过家家，我就走了。埃斯平赶紧拦住他说道：“别这样，别这么急，你们至少该交换一下问候。”他转向露西安诺说道：“让我正式为你介绍，露西，这位是凯尔，他将成为你的老师。”露西安诺愣在原地。老师？埃斯平点头说道：“没错，你的剑术老师，他会教你真正的剑术。”露西安诺看着凯尔说道：“埃斯平，我心领了，但是我不想跟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学习剑术。”他指着凯尔继续说道：“他拿着一把破剑，看起来就像个小巷里的流氓。”这傲慢的小鬼，凯尔咬牙切齿地问道：“小子，你知道我当年有多厉害吗？”他指着露西安诺说道：“过来，我会把你那态度彻底纠正过来。”凯尔挑衅地问道：“怎么，真正面对我的时候害怕了吗？”露西安诺面无表情地回应道：“我拒绝，我不觉得有那个必要。”凯尔看着露西安诺问道：“还是说你不相信这位小姐的眼光？”露西安诺冷冷地问道：“你想对一个孩子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比试，丢脸的人会是你。”凯尔大笑起来，回应道：“真的吗？我敢拿命打赌我会赢，你甚至无法在我身上留下一点擦伤，只要一下。如果你能打中我一下，就算你赢。规则是单回合，赤手空拳，随你用什么花招，怎么跳来跳去都行。如果我制服了你，就是我赢，如何？”露西安诺盯着眼前的男人，这种荒谬的自信是从哪来的？凯尔摊开双手问道：“谁知道呢？也许是天赋。既然我给了你这么多优势，你不会退缩吧？”露西安诺咬紧牙关：“哦，好，那就来吧，只要你别后悔自己的选择。”埃斯平在一旁看着，露西安诺完全中计了。凯尔是故意激怒他的吗？目前我只能静静希望凯尔能占据上风。露西安诺猛地冲出说道：“我要上了！”他挥拳击向对方胸口，凯尔侧身避开，轻松抓住了他的手腕。哎呀！露西安诺失去平衡，身体猛地向前倾倒。埃斯平紧张地握紧双手，太厉害了，他瞬间就晃动了露西安诺的重心。露西安诺稳住身形，再次挥拳反击。凯尔侧身闪躲，动作轻盈的像在散步。他精准地避开每一次攻击。露西安诺瞪大眼睛，感到一阵寒意。他根本没用力，只是在戏耍我吗？凯尔露出一丝冷笑，反手扣住对方的肩膀。凯尔单手扣住露西安诺，轻松化解了攻击，说道：“这次尝试不错，但如果你在失去平衡后还鲁莽进攻，很容易被反击。”露西安诺被按在墙边，怎么会？我明明瞄准了他的死角。凯尔俯视着他说道：“这就是经验带来的差距。所以你已经打算放弃了吗？”在那之后，露西安诺继续向凯尔挑战，但他所有的攻击都被凯尔轻松化解。露西安诺飞身踢向对手，接招吧！凯尔露出一丝微笑，抬起手臂，稳稳抓住了他的脚踝。露西安诺满脸惊愕，他竟然挡住了。凯尔看着对手说道：“这就是你的权利吗？真是无聊。”他猛地挥动手臂，将露西安诺甩了出去。露西安诺踉跄着后退，勉强站稳身体。埃斯平跑上前扶住他：“露西，你没事吧？”露西安诺盯着前方，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凯尔双手抱胸，听你的口气，是打算认输了吗？露西安诺看向凯尔说道：“我承认你比以前那些人要强得多。”埃斯平开心地拍手说道：“没错。”露西的态度变得礼貌了，这是让他们结为师徒最好的机会。他拉着凯尔的手臂说道：“那么，我重新为你介绍一下，露西，这位是凯尔·佩德罗。虽然他现在是个酒鬼，但曾经可是有实力进入帝国骑士团的人。”露西安诺愣在原地，低声重复道：“凯尔·佩德罗。”
他猛地睁大眼睛，等等，那个名字，那是前任骑士团团长的名字，凯尔·佩德罗。虽然出身平民，却凭借实力成为了最年轻的骑士团长。他被誉为天才剑士，深受部下与民众的信赖。但传闻在5年前，这位团长突然发生了改变。露西安诺看着眼前的男人，那时我年纪还小，无法理解你的成就。谁能想到，曾经的帝国巨头竟然会隐居在后巷？埃斯平满脸惊讶，那个酒鬼大叔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吗？我完全不知道。凯尔双手插兜说道，没想到你这种无礼的小鬼竟然会知道我是谁。埃斯平吓了一跳，无礼的小鬼，糟糕！在凯尔把事情搞砸之前，必须阻止他。他急忙上前喊道：“凯尔，这位是……”露西安诺神色平静，缓缓开口说道：“露西安诺·弗雷德里克。”凯尔漫不经心的回应：“好，很高兴见到你，露西安诺·弗雷德。”他突然僵在原地。如果是弗雷德里克，那是皇室的姓氏，那是皇室成员。凯尔猛地单膝跪地：“请原谅我的无礼，殿下。我离开皇宫时，您还非常年幼，所以才没能认出您，请宽恕我的冒犯。”露西安诺伸出手：“起来吧，这确实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而且你现在是我的老师，不是吗？”露西安诺与凯尔的会面在温馨的氛围中结束，两人向彼此敞开了心扉。当露西安诺忙于训练时，我向梅和贝尔追加了一大笔投资，这是为了准备下个月的苹果日活动。我买下了他们的甜品店，梅贝尔即将开业的店面，我和梅一起挑选了店址和店内设施。之所以只有我们2个行动，是因为要给贝尔准备一个惊喜。多亏了这些计划，我的钱包彻底空了。埃斯平握紧拳头说道：“我一定会10倍赚回来的，绝对。”梅握住埃斯平的手：“谢谢您，小姐，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埃斯平笑着摆摆手：“不用客气。比起那个，这次苹果日你们准备了什么甜点？”梅回应道：“其实我们带了一些，想请您先尝尝看。这是蓝莓派。”埃斯平拿起派咬了一口，今天肯定也会全部卖光。梅自豪地笑道：“是吧？我们最近生意很好，每天都会售罄呢。”这时，哈里森抱着一堆礼物盒出现在两人身后。哈里森抱着礼物盒，轻声问道：“请问是埃斯平小姐吗？”埃斯平转过身：“是我。”哈里森露出微笑：“我就知道是你，小姐过得好吗？我们已经1个月没见了。”埃斯平开心地打招呼：“啊，是哈里森，你好。”但他看起来异常疲惫，手里还抱着一堆礼物。埃斯平看着他问道：“你今天又去拜访殿下了吗？”哈里森垂下头：“是的，我去了。”埃斯平继续问道：“他又拒绝见你了吗？”哈里森低声应道：“是的。”埃斯平看着他的背影，我忍不住感到担心，是因为我目睹了他被赶出来的那一幕吗？那天在接待室发生的事依然历历在目，他道歉的时间比原著故事中要早得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失误吗？哈里森看着埃斯平：“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会儿吗？”花园露台上，哈里森坐在桌边，神情显得有些局促。他低声说道：“那天真的很抱歉。”他放下茶杯，有些疑惑地问道：“那天你是说哈里森来找露西安诺道歉，却撞见了我的那天吗？”他连忙摆手说道：“你不需要道歉。”哈里森垂下头说道：“但我担心可能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他急忙回应道：“完全没有，我更担心你，奥伦多大人。”哈里森抬起头：“你果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哈里森看着埃斯平问道：“你似乎和皇太子殿下关系非常亲近，如果这不算冒犯，我想请教一下，你花了多久才赢得殿下的信任？”哈里森看起来是真心想向露西安诺道歉，但这只是他第2次拜访，对吧？虽然有些过意不去，但露西安诺经历过那些，想要治愈伤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埃斯平看向哈里森说道：“我花了1年多时间。”哈里森有些惊讶：“1年多？”埃斯平点头回应道：“是的，从我8岁第一次见他，就一直跟在他身边。起初我也听过很多难听的话，有时想帮忙，反而会让露西安诺更生气。”哈里森惊讶地问道：“你整整1年都没有放弃？”埃斯平点头说道：“是的，因为如果我放弃了，殿下就又是孤身一人了。如果人们靠近又离开，只会让他心里的墙变得更高更厚。我只想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总会有人站在他身边。”随着我一次次真诚拜访，我想殿下终究明白了我的心意。哈里森看着埃斯平，陷入了沉思：“诚意吗？”哈里森低着头，但在我的情况下，事情有些不同，因为我已经对殿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你愿意听吗？埃斯平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他。哈里森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在我更小的时候，曾患上一场重病，无数医生和祭司，甚至连魔法师都对我束手无策。他们说这病无药可医。就在我快要绝望时，有人向我父亲提出了一个交易：如果父亲能毒害皇太子露西安诺，他们就会提供能救我性命的药水。而我的父亲奥伦多伯爵明知不该这样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救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他的侄子。哈里森低头看着双手，泪水滴落在衣襟上。殿下变得无法信任他人，在心中筑起高墙，全都是我的错。我无法替父亲赎罪，但我真的想全心全意向殿下道歉。哈里森眼中满是泪水。你觉得我的这份诚意，总有一天能传达给他吗？埃斯平看着眼前的少年，当然。他拿出手帕递给泣不成声的哈里森，肯定会的，这是只有我能做的事，因为我知晓原著剧情，不要送任何食物给他，并且要明确表现出你没有任何威胁，也要给殿下留出思考和接受的时间，毕竟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在未来的故事里，哈里森最终会成为守护在露西安诺身边最亲近的骑士。埃斯平看着哈里森说道：“但请记住，道歉必须考虑对方的感受。”哈里森感激地回应道：“谢谢你，小姐，谢谢你为了我
给出这么多建议。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冰冷的声音：“小姐！”一个身影笼罩了过来。艾斯平惊讶地喊道：“比利！”比利快步走上前，双手撑在桌上说道：“你又消失了，我到处在找你，结果你竟然在这里和一个陌生人喝茶。”艾斯平连忙解释道：“陌生人？他是我们那天见过的人。”比利一把抱起艾斯平，警惕地盯着哈里森，他沉声问道：“恕我冒昧，请问你今年多大了？”哈里森愣了一下：“啊！”比利大声呵斥道：“我们家小姐才11岁，任何理智的成年人都不该这样接近小孩。”艾斯平无奈地喊道：“比利！”哈里森满脸通红：“等一下，我今年才16岁。”比利露出怀疑的神色：“你真的只有16岁？”哈里森认真地回应道：“是的，我真的只有16岁。”比利沉默了一会儿：“抱歉，是我误会了。”哈里森苦笑着说道：“没关系，常有人因为我的体型产生这种误会。”比利依然板着脸：“就算如此，我也反对年幼的孩子进行这种秘密会面。这件事连塞缪尔伯爵都不知道吧？甚至还准备了这么多礼物送过来。”艾斯平看着比利，他今天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哈里森慌忙摆手说道：“不，请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任何不轨的企图。这些礼物也不是送给小姐的。”艾斯平终于忍无可忍：“比利，快住手！我们不是那种关系，他根本不是我的菜。”哈里森愣在原地。艾斯平看向哈里森：“对不起，哈里森，如果不这么说，比利会一直怀疑下去。”比利低头看向艾斯平：“那是真的吗？”艾斯平肯定地说道：“没错，我的喜好非常明确。”他拉着比利转身，向哈里森致歉道：“抱歉，奥伦多勋爵，我们表现得太失礼了，现在必须得走了。”比利回头瞪着哈里森：“我盯着你呢。”艾斯平挥手告别道：“总之，希望你担心的那件事一切顺利。”哈里森愣了一下，回应道：“好的。”他深深鞠了一躬，说道：“今天真的很感谢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建议，请安全回到家。”哈里森抬起头，注视着艾斯平离去的背影：“塞缪尔小姐，我今天的原计划是去皇子宫观看道歉日活动。”艾斯平提着篮子，还要和露西安诺分享我亲手做的点心。然而，哈里森说他今早已经去见过露西安诺了，他现在的状态一定非常糟糕，我应该先让他冷静一下，再进去找他吗？艾斯平看向远处的宫殿，想起那边似乎有个花园，也许我该去那里稍微消磨一下时间。他提着篮子朝花园的方向走去，这里被称为薰衣草花园。艾斯平走进花丛，这里曾是露西安诺的母亲皇后生前最喜欢的地方，虽然她已经去世了，但这里依然被打理得很好，真是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那是谁？艾斯平躲在树后，看着前方那名女性，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位身份尊贵的人，但她看起来身体不太舒服。艾斯平快步跑上前问道：“您还好吗？”那名女性捂着胸口回应道：“是的，只是觉得有些头晕。”艾斯平扶住她说道：“里面应该有休息的地方，需要我带您过去吗？”她虚弱地回应道：“抱歉，那就麻烦你了。”奥菲利亚坐在长椅上，看向艾斯平说道：“谢谢你，迷人的小姑娘。我想是因为空腹远行，所以才觉得有些疲惫。”艾斯平打开篮子说道：“那您要不要试试我带过来的东西？这是我为了和朋友分享亲手制作的甜点，哒哒，是提拉米苏。”奥菲利亚看着杯子说道：“天哪，我从没见过装在杯子里的甜点。”艾斯平笑着回应道：“用茶杯装会比较方便，请尝尝看吧。”奥菲利亚点头说道：“真是个好主意，那么我就尝一口。”他拿起勺子，将甜点送入口中。奥菲利亚惊喜地说道：“太美味了，这真的是你亲手做的吗？如果说是店里卖的，我也会相信。”艾斯平笑着回应道：“您喜欢真是太好了，我为了送给朋友，花了很多心思。听说首都最近要开一家新的甜点店，如果您喜欢甜食，有机会请一定要去看看。”奥菲利亚温柔地说道：“你真是个体贴的孩子，在这个年纪本该是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却像个大人一样稳重，总不能说是因为我是个穿越者吧？”艾斯平叹了口气说道：“生活总有很多难处，所以就变成这样了。”奥菲利亚关切地问道：“是遇到了让你叹气的事情吗？”艾斯平点头回应道：“是的，最近确实有很多烦恼。”奥菲利亚看着他说道：“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说说看，我想做点什么来报答你。既然是难得的机会，要向大人寻求建议吗？如果稍微改变一下情况和名字，应该没关系吧？”艾斯平低下头说道：“那么这是关于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奥菲利亚听完后说道：“所以那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就是围绕着你展开的三角恋啊，年轻的小姐。”艾斯平惊慌地挥手说道：“哦不，绝对不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和他们两个都只是朋友而已，而且我和其中一个其实并没有那么亲近。”艾斯平突然愣住，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哈里森也是男主角的候选人之一吧？我光顾着培养第一王子，完全忘记了最初的攻略目标。既然我和露西安诺经常看到彼此最糟糕的一面，注定只能做朋友，那我本该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才对。艾斯平垂下头，我该怎么办？下次见面能和好吗？总之，他们争吵的原因不是我，而是朋友的家人。奥菲利亚回应道：“我明白了，如果是家务事，确实会非常复杂。你想让他们两个和好吗？”年轻的小姐。艾斯平陷入沉思。我想告诉他们，这种僵持的关系并不是任何人的错，但是露西安诺和哈里森的关系才刚刚开始。艾斯平握紧裙角说道：“无论我多么担心，我都不打算采取行动。”奥菲利亚惊讶地问道：“你什么都不做吗？”艾斯平抬起头说道：“是的，我不想干涉他们相处的时间，即使我介入调解，如果他们的感情不真诚，那也没有意义，感觉就像是我在强迫他们。当然，如果我的朋友们寻求帮助，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奥菲利亚问道：“希望他们和好，
难道也算是一种强迫吗？埃斯平回应道：“但我并不是当事人，所以我的角色不应该是去信任并支持他们的决定吗？”奥菲利亚感叹道：“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姐。”花园外传来呼喊声：“奥菲利亚夫人，奥菲利亚夫人，您在哪里？”她站起身说道：“哎呀，看来他们来找我了。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我该走了，谢谢你今天的陪伴。”奥菲利亚停下脚步问道：“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埃斯平提起裙摆行礼：“抱歉，还没向您自我介绍，我是埃斯平，塞缪尔伯爵是我的父亲。”奥菲利亚笑着回应道：“塞缪尔伯爵夫妇一定很幸福，能有你这样聪慧的女儿。”随从们匆忙赶到，说道：“奥菲利亚夫人，您在这里啊，我们非常担心您。”奥菲利亚回应道：“抱歉，让你们担心了。”埃斯平看着这一幕，他的随从似乎比伊莎贝尔皇后还多。那个人到底是谁？奥菲利亚看向他说道：“年轻的小姐。”不，埃斯平。埃斯平紧张地回应道：“是。”奥菲利亚微笑着说道：“多亏了你，我今天过得很愉快，希望以后还能见面，有空请一定要来拜访我。我的名字是奥菲利亚·贝内特。”埃斯平愣在原地。奥菲利亚·贝内特，天啊，他竟然是那个贝内特家族的人吗？贝内特家族，确切地说是贝内特大公家，那是皇室的分支，拥有皇室亲属中最高级别的成员，也是帝国中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顶级贵族世家。但我听说贝内特家族的人很少离开大公领地，一直过着隐居生活。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奥菲利亚·贝内特访问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帝国。当沉寂数十年的贝内特家族宅邸再次敞开大门时，首都的贵族们都开始蠢蠢欲动。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室不久后便宣布了一项决定，他们要为第一王子举办一场计划外的生日宴会。露西安诺换上华丽礼服，站在繁花背景中。有人疑惑地问道：“竟然这么突然，要举办宴会吗？”戴安娜一边整理一边回应道：“这是皇室的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换做平时，我也会觉得这种事很麻烦，但这可是露西安诺的生日宴会啊。”埃斯平整理好裙摆说道：“好了，我准备全速出击了，这可是巩固我在皇宫地位的绝佳机会。”埃斯平转过身问道：“戴安娜，我穿这身怎么样？适合我吗？”戴安娜回应道：“无论那是谁家的姑娘，真的非常漂亮。自从我穿越以来，这是露西安诺第一次正式举办生日宴会，以前因为皇后的干涉，总是遭到破坏，马车在路上疾驰。今年能顺利举办，是因为贝内特家族来到了京城，真是显而易见。”本杰明轻声唤道：“埃斯平，你很久没参加这种正式活动了吧？”埃斯平点头回应道：“是的，自从皇后第二次茶会邀请之后就没去过。”本杰明看着女儿：“虽然我相信你，但这毕竟是皇室聚会，一定要多加小心。”他已经开始焦虑了吗？每次被皇室邀请，总会发生一些意外。露西安诺站在远处，那是过去混乱的记忆。但今天父母都在场，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卷入任何麻烦。我要让他们安心。埃斯平挥着手大声说道：“放心吧，我会非常小心的。”本杰明叹了口气，听你这么说，反而让我更担心了。埃斯平笑着回应道：“父亲，我很会看眼色的。”马车停在宏伟的宫殿前，宴会即将开始。宴会厅内灯火辉煌，贵族们低声交谈。皇室举办的正式宴会，果然等级完全不同。莉莉凑近叮嘱道：“埃斯平，就像你父亲说的，千万不要太出风头。”埃斯平笑着回应道：“我知道啦，父母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我以前总是做事不经过大脑，惹了不少麻烦。而且这场宴会有个规则，大人和小孩必须分开进行社交。”埃斯平整理着胸前的蝴蝶结。自从我成了露西安诺的朋友，他们就开始担心我没法和同龄人好好相处。不过应该没问题吧？埃斯平走向餐桌，没关系，在露西安诺到来前，我会保持冷静的。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哎呀，这不是埃斯平吗？”贝蒂挡住了去路，他双手抱胸说道：“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出现在这么盛大的场合。”埃斯平拿着甜点：“你是谁？”他愤怒地喊道：“贝蒂，我是贝蒂。克朗，你竟然把我忘了！”埃斯平猛然想起，对了，他是那个站在伊莎贝尔那边向皇后告密的人，难怪我会忘记，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埃斯平微笑着说道：“没认出你真抱歉，你生气了吗？”贝蒂愤怒地大喊：“我为什么要生气？”埃斯平看着对方，看他的表情真是浪费时间，他又是来找茬的，而且已经快失控了，这样的人反而更容易对付。埃斯平歪着头问道：“你过来找我，难道不是想一起玩吗？”贝蒂气得浑身发抖：“谁要和你这种人玩？我是来提醒你认清自己的身份。”一只手突然按住贝蒂：“等一下，贝蒂，你太激动了。”棕发少年走上前说道：“这里有很多双眼睛正在看着你。”贝蒂环顾四周，发现宾客们都在指点，他咬紧牙关，发出一声闷哼。埃斯平看着这一幕，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他刚才明明马上就要当众出丑了。在事态升级之前，我还是先离开吧。埃斯平转身说道：“如果你没别的事，那我就先走了，祝你玩得开心。”贝蒂愣在原地说道：“等一下，你就打算这样走掉吗？”埃斯平没有理会，径直向前走去。贝蒂追上去喊道：“等一下，埃斯平，我叫你等一下！”贝蒂用力一拽，埃斯平失去平衡，撞向旁边的餐桌，盘子碎裂一地，甜点洒在了地毯上。埃斯平跌坐在地，看着一片狼藉，他愤怒地质，问道：“你在干什么？这太危险了！”贝蒂捂着嘴说道：“哎呀，真抱歉，我以为你身边有东西，所以才抓了你一下。你没受伤吧？现在知道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所以才假装担心我吗？真想把他按在地上，但我答应过父母，而且今天是露西安诺的生日，就忍这一次吧。”埃斯平站起身说道：“下次注意点。”贝蒂笑着回应道：“我都道歉了呀，
谁知道你会摔倒，还弄了一身食物。他盯着艾斯平的脚，哎呀，你的鞋子也脏了。艾斯平低下头，这可是为了宴会专门买的新鞋子。贝蒂故作怜悯地说道：“真是太遗憾了，你总不能穿着沾满蛋糕的鞋子去见第一王子吧？”他递出一块手帕，给这块手帕送给你，就当是我的道歉。他竟然递给我手帕，表面上看起来很亲切，实际上是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向他下跪，这是一种羞辱。艾斯平低头看着沾满污渍的鞋子，我可以去别处清理，但这样走动会让父母感到难堪。如果传出塞缪尔伯爵他的女儿是个冒失鬼，或者被其他孩子排挤，流言会迅速传开。贝蒂晃了晃手帕，说道：“给，我都说让你用了，怎么，你不需要吗？”艾斯平咬紧牙关，我绝不向贝蒂低头，但如果这会让父母感到难过的话。艾斯平看着地上的污渍，小姐，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没必要配合这种无聊的恶作剧。一只手伸了过来，轻轻扶住艾斯平。贝蒂愤怒地喊道：“你是谁啊？竟敢打断我！”哈里森挡在身前，这种程度的污渍根本不算什么，我来帮你清理吧。他单膝跪地，拿出手帕仔细擦拭艾斯平的鞋。艾斯平愣在原地。哈里森，哈里森抬起头，眼神温柔而坚定。宴会厅内人声鼎沸。哈里森单膝跪地，为艾斯平整理鞋履。艾斯平低头注视哈里森，真的是你吗？那个被露西安诺训斥一句就会流泪，总是畏缩不前、毫无自信的哈里森，真的是眼前这个人吗？哈里森擦净鞋面说道：“好了，已经干净了。”艾斯平有些局促，谢谢你帮我擦鞋。哈里森起身回应道：“这没什么，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我的女士，刚才那一瞬间真的让我心跳加速，她现在的样子简直就像守护骑士，这就是浪漫奇幻世界吗？”贝蒂死死攥紧拳头，是吗？贝蒂指着前方说道：“喂，大人为什么要插手小孩子之间的事情？”艾斯平愣在原地。大人，哈里森的体型确实很容易让人误会。哈里森转过身回应道：“我虽然比这里的人大，但还没到成年人的年纪。”贝蒂大声反驳道：“别撒谎了，你看起来比我爸爸还大。”周围的孩子们议论纷纷。他是塞缪尔伯爵的人吗？看起来像帝国骑士一样。有人突然惊呼道：“啊，等一下，那个人是奥兰多伯爵家，哈里森大人。”哈里森静静站立。如果是奥兰多的儿子，我记得他只比我大2岁。贝蒂穿过人群走上前，难以置信地问道：“你真的是哈里森·奥兰多？”哈里森侧过头回应道：“我是，但这很重要吗？”贝蒂愤怒地喊道：“当然重要，这是我和艾斯平的事，你凭什么插手？”哈里森挡在艾斯平身前：“我在保护我的女士，这又与你何干？”周围响起一阵惊叹声。艾斯平呆呆地看着他。哈里森俯视着女孩说道：“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我绝不会做事不管。”哈里森伸出手说道：“我的女士，我们换个地方吧，这里的气氛太糟糕了。”艾斯平开心地回应道：“好啊，请务必护送我。”两人来到室外花园，艾斯平弯下腰，长舒了一口气。呼，哈里森看向身旁说道：“刚才一定让你感到很压抑吧？”艾斯平回应道：“大概是吧，我不适合那种地方。不过你刚才很沉稳。”他笑着继续说道：“真的吗？哈里森，你刚才简直帅呆了。”哈里森平静地说道：“帮助陷入困境的女士是骑士的职责，作为见习骑士，我必须学习这种态度。”艾斯平注视着他。没错，哈里森原本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一个忠诚且善良的人，总是在背后可靠地支持着女主角。虽然我见过的哈里森曾是个阴郁的爱哭鬼，那是因为露西安诺让他变得极度胆怯。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很高兴哈里森摆脱了那种消沉。哈里森侧过脸，露出温柔的微笑。艾斯平心头一震，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他，难道不觉得太帅了吗？现在的气氛真不错，他的目光好温柔，感觉和哈里森的关系拉近了许多。艾斯平笑着说道：“你已经有骑士精神了，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你会成为最伟大的骑士。”哈里森停下脚步：“是的，我一定会成为最伟大的骑士。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会守护您的，我的女士。”艾斯平愣在原地。哎，难道说哈里森才是我的男主角吗？哈里森微笑着说道：“当然，如果您希望的话，我的女士。”艾斯平愣了一下。哈里森继续说道：“毕竟塞缪尔伯爵家肯定认识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原来只是在客套嘛？真是的，我就知道，毕竟我们也没见过几次。那些肉麻的话怎么可能是真心的？我真是个笨蛋，竟然因为几句好话就产生了错觉。骑士精神真是可怕。”艾斯平摆着手说道：“我没事，比起这个奥兰多大人，你应该去保护露西安诺殿下才对。”哈里森露出困惑的神情：“您说什么？我应该那样做吗？”艾斯平看着他的反应，这是什么意思？他又变回了那个总是如履薄冰的哈里森。我只是想让他不要有压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难道只要涉及露西安诺，他就会失去自信吗？艾斯平大声鼓励道：“当然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奥兰多大人。”哈里森低着头回应道：“我知道了。”艾斯平疑惑地看着他，为什么他看起来反而变得更消沉了？哈里森提议道：“既然已经休息好了，我们要回去吗？”艾斯平点头回应道：“啊，好的，你没关系吗？其实今天我有想见的人，奥菲利亚。贝内特，虽然这场宴会是以露西安诺的生日为借口举办的，但本质上是皇室在含蓄地表达希望那位大人能参加皇宫的活动。我也是希望他能出现的人之一，只要他能出席，就是对露西安诺巨大的支持。”哈里森回应道：“您也在等他吗？”“我的女士，遗憾的是，我认为他今天不会参加这场宴会。”艾斯平惊讶地问道：“什么？他不来了吗？是因为病得很重吗？”哈里森回应道：“那倒不是，似乎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表现得比较谨慎。”
埃斯平松了一口气，啊，那我就放心了。两人正准备离开，身后突然传来冰冷的声音，那边的两个人。露西安诺语气低沉地问道：“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哈里森和埃斯平猛地回过头，埃斯平惊讶地喊道：“露西，他不应该在宴会厅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埃斯平慌忙问道：“露西安诺王子，您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正打算回去。”露西安诺打断道：“那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吗？”哈里森行礼说道：“向您致敬，王子殿下。”露西安诺冷冷地说道：“我竟然不知道，你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露西不知道，我和哈里森在苹果节那天就见过了。埃斯平解释道：“这位先生刚才帮我解决了一个小麻烦，我只是在向他道谢。”露西安诺变了脸色：“什么？出什么事了？你受伤了吗？”他快步走上前，抓住了埃斯平的手臂。糟了，完全引起了错误的关注。如果告诉他真相，露西一定会彻底失控的。埃斯平慌忙解释道：“他只是在帮我擦鞋，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露西安诺盯着他的鞋子，擦鞋。他沉默地看着埃斯平，眼神变得有些复杂。我也可以为你擦鞋。埃斯平愣住了。什么？王子殿下，我怎么能让您做那种事？露西安诺认真地说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他看向一旁的哈里森，还有你，以后不要随心所欲地接近埃斯平。哈里森低下头：“是，我明白了。”埃斯平看着这一幕，看吧，他又在把气撒在哈里森身上了。哈里森只是想帮我，他是个善良的人。哈里森看向露西安诺说道：“请不必担心，王子殿下，我不会做任何让您困扰的事。”露西会困扰的事，难道是指奥兰多家族的秘密？他是在暗示会保守秘密吗？毕竟那是露西不想让任何人发现的过去。哈里森微笑着继续说道：“而且我并不是这位小姐喜欢的类型。”埃斯平愣在原地。什么？我想起来了，为了对比利解释清楚，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他绝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因为我的意识试验连和哈里森的关系都变得一团糟了。埃斯平叹了口气，算了，无论如何，我可是个拥有未来知识的附身者呀。在哈里森的体贴下，两人先行回到了宴会厅。作为附身者，难道我不该有点优势吗？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无论是露西还是哈里森，照这样下去，我预想的男主候选人里就只剩下德米安了。但他是个躲在暗处的幕后黑手，我现在甚至不知道他在哪。埃斯平正胡思乱想，身旁传来露西安诺的声音：“你一个人在那，又在拼命想些什么？”埃斯平回过神问道：“露西，你还在生气吗？”露西安诺停下脚步：“我没生气，只是我也想成为你的助力，但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你知道这有多让人沮丧吗？”沮丧？埃斯平愣在原地，看着露西安诺激动的样子，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原来是我在瞎操心吗？埃斯平看着露西安诺说道：“那我和你约定，以后如果遇到困难，我一定会第一个告诉你。”露西安诺低声问道：“真的吗？”埃斯平主动牵起他的手：“当然了，所以快打起精神来。如果宴会的主角一直拉着脸，别人会怎么想呢？为了庆祝你的生日，我今天特意穿了新衣服，你看是不是很漂亮？”露西安诺脸颊微微泛红：“很漂亮。就算运气不站在我这边，那又怎么样呢？我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了。人生总会有好有坏，我甚至和曾经那么怀疑我的露西变得如此亲近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是错，终将汇聚在一起，为了创造一个只属于我的全新故事。”埃斯平笑着说道：“谢谢你的关心，露西。”露西安诺疑惑地问道：“当然可以，但是哈里森怎么会知道你喜欢的类型？连我都还不知道呢。”埃斯平支支吾吾地回应道：“那个……”宴会厅传来宣告声：“皇妃伊莎贝尔大人，斯蒂芬王子殿下入场。”沉重的号角声响起，打破了原本的氛围。埃斯平与露西安诺同时看向入口处，神色变得凝重。伊莎贝尔穿着黑色礼服，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他今天又在策划什么？笑得这么阴险，真让人不安。伊莎贝尔带着斯蒂芬走到两人面前，说道：“露西安诺王子，原来你在这里。”露西安诺冷冷地回应道：“您来了。”埃斯平礼貌地说道：“下午好，皇妃大人，斯蒂芬王子殿下。”伊莎贝尔微笑着说道：“我就猜到埃斯平会和你在一起，感谢你一直以来对露西安诺王子的照顾。你们两个应该没忘记，待会儿还有献礼仪式吧？毕竟是久违的生日宴会，我为王子殿下准备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你应该好好期待一下。”露西安诺面无表情：“是的，谢谢您。”伊莎贝尔带着笑意离去。这个女人这次又想对一个孩子耍什么卑劣的手段？埃斯平担忧地看着露西安诺，目光落向后方的第二王子斯蒂芬王子。斯蒂芬站在不远处，沉默地注视着前方。埃斯平露出疑惑的神色。斯蒂芬察觉到视线，转过头，冷冷地看向埃斯平：“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氛围感觉变了，和以前不太一样。他比以前冷静多了。我印象中的斯蒂芬和他的母亲伊莎贝尔一样，傲慢无礼且性格鲁莽，总是喜欢大声嚷嚷。上次剑术比试的时候，他还是那副德行。在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像皇妃伊莎贝尔那样意图明显的人，反而更容易对付。埃斯平看着斯蒂芬的背影，露西安诺轻声说道：“埃斯平，我们走吧。”埃斯平回过神应道：“好的。”斯蒂芬的这种改变，对我们来说真的会是一件好事吗？伊莎贝尔到达后，宴会厅的气氛就完全围绕着他们转动。宴会的主角总是会陷入孤立，但这一次被冷落的不只是露西安诺，连备受赞誉的斯蒂芬脸上也没有笑容。埃斯平看向远处，父母也在往这边看，他挥了挥手示意道：“我没事，他们一定很担心，得先让他们放心才行。”露西安诺曾建议过，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在公开场合要保持距离，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只是小孩子间的玩闹。露西安诺说道：“
你们最好还是离我远一点。本杰明低头致意道：“我们会遵从您的意愿，殿下。多亏了之前的努力，塞缪尔伯爵一家没有被视为路西安诺派，他们从未面临威胁，但似乎仍在遗憾没能提供直接的帮助。”他看着眼前的平静，至少希望这份和平能持续下去。伊莎贝尔拿起汤匙，轻敲酒杯，发出脆响，引起众人注意后说道：“请大家看过来，这是怎么了？”路西安诺转过头，神色有些不安。伊莎贝尔微笑着说道：“毕竟今天是路西安诺殿下的生日宴，大家应该都带了礼物吧？”宾客们开始骚动：“你准备礼物了吗？”“我也带了东西，但现在送出去真的合适吗？万一惹得皇妃不快，那可就糟了。”他看着这些宾客，当着当事人的面，竟然在讨论伊莎贝尔的脸色，真是太无理了。伊莎贝尔露出冷笑：“哎呀，大家该不会是因为没带礼物而为难吧？”他语气轻快地继续说道：“没关系，我为路西安诺殿下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见面，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带到这里，希望你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路西安诺沉默不语，眼神中透着警惕。伊莎贝尔指向大门：“那么，请进来吧。”他猛地转过头，看向紧闭的大门：“是一个人吗？会是谁呢？”大门缓缓开启，宴会厅陷入寂静。他愣在原地。这是……伊莎贝尔皱起眉头：“我明明说过在前面等，看来你没听清楚。”他看向守卫下令道：“卫兵，让外面的人进来。”沉重的大门发出一声闷响，门外传来一个声音：“非常抱歉。”伊莎贝尔愣在原地，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宾客们面面相觑，小声议论道：“皇妃叫的人没来吗？还是说那个人根本没听命令，直接离开了？”伊莎贝尔咬紧牙关，死死盯着门口。伊莎贝尔愤怒地喊道：“韦德伯爵！”詹姆斯走上前询问道：“皇妃殿下，您在叫我吗？”伊莎贝尔咬牙切齿：“你就是这么办事的吗？立刻去把他们找出来，现在就去！”他认出了那个男人，詹姆斯·韦德伯爵，他是皇妃最亲信的人，像影子一样，常年随侍左右。作为皇妃的右手，他负责协助所有计划，并处理善后工作。他看着这一幕，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真是谢天谢地。无论伊莎贝尔带谁来，对路西安诺来说都会是极其难堪的局面。路西安诺嘴角微扬，露出一抹冷笑。路西安诺，他看向伊莎贝尔说道：“既然是皇妃特意带过来的人，我本来还很期待，但现在看来是见不到了，真是令人遗憾。”伊莎贝尔怒火中烧：“路西安诺殿下，你现在是在羞辱我吗？”沉重的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一名侍从快步跑进，神色慌张地喊道：“陛下驾到！”伊莎贝尔脸色惨白，身体不由得颤抖。“等等，陛下现在要过来吗？”路西安诺和他同时看向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突然？沉稳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宴会厅回荡。听说皇帝陛下已经很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皇帝穿过大门，威严地走进会场，众人纷纷低头行礼。帝国之光，愿荣光归于陛下。宾客们屏住呼吸，不敢抬头直视。皇帝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前方。路西安诺转过身，看着走近的父亲，两人相对而立，气氛变得凝重。路西安诺，他会没事的吧？他担忧地看向身旁。皇帝一直以来对亲生儿子冷淡至极，甚至对路西安诺在公开场合被排挤也始终视而不见。皇帝雷蒙德·弗雷德里克就站在那里，没错，那双眼睛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爱意。如果不是长得像，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竟然是父子。那种冰冷且毫无感情，仿佛在看死物般的眼神，正是因为这种目光，才让路西安诺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伊莎贝尔迎上前：“陛下，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皇帝斜睨了他一眼：“难道我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吗？”伊莎贝尔身体一僵，连忙摆手解释道：“当然不是，只是我之前询问时，您说不会出席的。”路西安诺低着头，沉默地站在一旁。他突然抬起头：“我也想请教一下，是什么把您带到了这里？”周围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等等，王子殿下，快住手！他在一旁心急如焚。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也不能这样啊！为什么要用和伊莎贝尔一模一样的话去挑衅皇帝呢？皇帝俯视着儿子：“怎么，你不高兴我来吗？”路西安诺咬紧牙关，眼神中满是不甘。不行！他猛地冲上前，以路西安诺的性格，一定会给出最诚实也最糟糕的回答，必须阻止他。他伸手拉住路西安诺的衣角，示意他保持冷静。皇帝转过头，目光落在了他身上。在路西安诺闯下无法挽回的大祸之前，一定要把话圆回来。他深吸一口气，对着皇帝行礼道：“陛下，如果不会冒犯的话，请允许我说一句话。”路西安诺喊道：“埃斯平，对不起，爸爸妈妈，但我现在只能碰碰运气了。加油吧，未来的阳光男主。”皇帝问道：“你是谁？”埃斯平提起裙摆行礼道：“初次见面，深感荣幸，我是埃斯平，塞缪尔伯爵是我的父亲。”皇帝俯视着他问道：“然后呢？你打扰皇帝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是皇帝吗？”仅仅是注视，就让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冷静点，要冷静。埃斯平深吸一口气说道：“英明的陛下一定已经有了打算。”埃斯平看向身边的少年问道：“但今天对路西安诺王子来说，不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吗？”皇帝冷淡地回应道：“确实，确实，你就只有这2个字要说吗？明明还有更简单的问候吧。”埃斯平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难道你没有什么应该先对我说的吗？”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看向眼前的男人。皇帝发出一声冷笑，在皇帝面前，你还真是敢畅所欲言。埃斯平保持着行礼姿势，本杰明惊呼道：“埃斯平！”他急忙冲上前，护住身后的少女，向皇帝鞠躬说道：“陛下请恕罪，这孩子年纪还小，所以才会……
我是不是表现的太明显了？皇帝俯视着他说道。现在你是在指责我的行为吗？他反应这么大，是因为良心不安吗？埃斯平低下头回应道：不，陛下，在您面前，我怎么敢说这种话？皇帝侧过头问道：那么你的意图是什么？埃斯平双手合十说道：意图吗？我只是在祈祷，希望英明仁慈的陛下能像爱护帝国一样照顾好您的家人。本杰明紧张地看着他，皇帝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是吗？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孩子。皇帝嘴角上扬，成功了！只要主角说出真话，对方就会听进去。这种老掉牙的套路，果然在任何地方都管用。埃斯平笑着行礼道：感谢陛下的仁慈。皇帝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中透着难以捉摸的情绪。露西安诺身体微微一颤，他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皇帝按住露西安诺的肩膀说道：生日快乐！我会让人准备一份单独的礼物送给你。露西安诺愣在原地，谢谢您的祝贺。埃斯平在后方看着这一幕，皇帝不仅主动碰了他，甚至还承诺要送礼物，这简直不可思议。贵族们之间的气氛也正在发生变化。既然没人知道皇帝对第一王子的态度会如何改变，他们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无视露西安诺了。伊莎贝尔站在远处，死死盯着那一对父子。他用力攥紧裙摆，指关节因为愤怒而微微泛白。原本胜券在握的计划似乎脱离了掌控。皇帝环视四周说道：看来因为我的存在，大家都没法进行，我先失陪了，各位请自便。路人贵族躬身行礼，恭送陛下。皇帝停下脚步喊道：伊莎贝尔皇妃。伊莎贝尔立刻上前：是的，陛下，我在这里。皇帝冷淡地说道：你跟我一起走，我们留在这里只会让气氛变得沉重。伊莎贝尔垂下眼帘，遵命，陛下，我会陪同您离开。皇帝与伊莎贝尔并肩走出宴会厅。原来那个孩子就是王子的朋友吗？他微微侧过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埃斯平，塞缪尔。皇帝低声呢喃。留在原地的埃斯平与露西安诺疑惑地对视了一眼。皇帝停下脚步，离开之前，我还要再说最后一件事。无论你如何粉饰太平，越权的行为终究会暴露。即便你年纪尚小，也该学会区分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鲁莽。埃斯平愣在原地，手不自觉地抓紧衣领。皇帝头也不回的大步走出宴会厅。哎，他刚才是在警告我吗？明明刚才还在笑，现在却像变了个人。埃斯平看着大门，那种压迫感让他感到一阵恶寒。与此同时，在宴会厅后方，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一双皮鞋踏上台阶。哈里森跑上前，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父亲，您的身体一直不好，怎么会来到这里？难道是皇妃又对您做了什么吗？男人沉默不语，径直登上了马车。哈里森焦急地喊道：请回答我。车门重重关上，马蹄声渐行渐远。他站在空旷的草地上，看着远去的马车，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里森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德米安指尖流转着，竟然连伪装都没有使用。看来今天我真是看了一场相当精彩的好戏。皇帝俯视着前方说道：即便你还年幼，也必须分清勇气与鲁莽。埃斯平僵在原地。自从皇帝留下那句锐利的评价离开宴会厅，我就一直无法动弹。父母同样不知所措，只能向露西安诺寻求谅解。母亲带着我匆忙离开，提前退出了这场宴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丽丽看着眼前的女孩说道：埃斯平，你应该知道，今天你的行为太鲁莽了。埃斯平坐在沙发上，埃斯平低声回应道：是的。丽丽继续说道：我知道你站出来时是在担心那位王子，但皇室与我们是不同的。埃斯平看着窗外，起初我真的以为气氛还算不错，没想到会突然收到那样的警告。虽然我确实越界了，但我可是女主角啊！我以为顶多会被责骂，或者让事情变得复杂，却从未考虑过真的会死掉。这一次，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只要皇帝一个手势，我就彻底完了。丽丽严肃地说道：上位者的判断随时随地都会改变。埃斯平低头回应道：是的，对不起。除了意识到自己是靠运气活下来，还有一件事让我挂心。皇帝那双浑浊的眼睛，即便在华丽的灯光下，那双眼睛也毫无生气，仿佛深不见底的泥潭。那种眼神绝不是正常人该有的。那种违和感究竟是什么？在原著中，当主角们的矛盾达到顶峰时，皇帝会突然去世，随后皇室内部爆发了全面的王位争夺战，露西安诺与竞争者陷入了惨烈的厮杀。读原著的时候，我以为皇帝退场只是为了推进剧情。父母紧紧抱住我说道：亲爱的女儿，从现在起一定要更加小心。埃斯平靠在母亲怀里，但皇帝今天的状态真的很奇怪。因为皇帝长期不露面，大家都以为他只是在默许皇妃伊莎贝尔的所作所为。但当我亲眼见到他时，他却压制了皇妃，并短暂的支持了露西安诺。难道是有人忌惮露西安诺，所以对皇帝做了什么，好让他无法介入吗？埃斯平坐在沙发上，我是不是担心过头了？但皇帝的态度转变，简直就像被拨动了开关。既然有了这种预感，至少应该去确认一下。虽然这并不容易，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即便是亲生儿子露西安诺也很难见到皇帝。露西安诺站在门前说道：我请求觐见父皇陛下。官员微微躬身回应道：抱歉，王子殿下，陛下因久违的外出感到非常疲惫，他已经下达了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入。露西安诺咬紧牙关，回想起原著的故事，或许没必要太心急，距离皇帝去世应该还有10多年的时间。伊莎贝尔面色阴沉，注视着远方。埃斯平在宴会上说道：我只是祈祷英明仁慈的陛下能垂怜我们家族。皇帝按住儿子的肩膀，对露西安诺说道：生日快乐！原本这该是一个完美的转折点。伊莎贝尔看着窗外，真是碍眼。门外传来动静，伊莎贝尔问道：是谁？侍女在门外报告道：
皇妃殿下，维德公爵到了。伊莎贝尔立刻说道：“快让他进来。”侍女回应道：“遵命，夫人。”皮鞋踩在地板上，一位银发男人走进房间，他是大魔法师，也是伊莎贝尔的养父，维德公爵。维德公爵行礼问道：“别来无恙吧，皇妃殿下？”伊莎贝尔愤怒地说道：“公爵，生日宴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答应过会帮我，却让我蒙受了这种耻辱。”维德公爵躬身回应道：“非常抱歉，皇妃殿下，那是因为那个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才把皇帝派了出去。”维德公爵注视着前方，看着他如此任性的行动，看来他的自我还残留着一部分。伊莎贝尔冷冷地问道：“你打算怎么负责？看看你搞出来的烂摊子！”维德公爵低头回应道：“非常抱歉，但皇帝的催眠并未解除，那一刻只是意外，请相信我，那个时刻已经不远了。到那时，皇妃殿下所渴望的一切都会变成现实。”伊莎贝尔露出微笑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再等一等，在那之前，公爵不要再让我失望了。”埃斯平站在马车旁，抬头看向天空说道：“我还以为会下雨，没想到这么快就放晴了，真是个好兆头，是个不错的开始。”梅在旁边回应道：“确实如此，真是太好了。”埃斯平走向街道，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向贝尔展示完工的甜品店。贝尔看着眼前的建筑，哇，这家店好漂亮，而且规模好大，我以为只是间小店。埃斯平自豪地回应道：“当然要漂亮才行，这可是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们已经看过了，里面比外面更漂亮，大家一起进去吧。”贝尔突然停下脚步，等一下，这条街道。埃斯平看着梅，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了吗？梅小姐，你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才选在这里的吗？难怪贝尔会这么惊讶，这家店所在的街道正是贝尔曾经作为学徒工作过的面包店万寿局所在的商业区。梅焦急地质问埃斯平：“这就是你准备期间一直不让我看的原因吗？”埃斯平平静地回应道：“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你肯定会反对的。”梅转头看向贝尔说道：“贝尔，你也快说点什么。”贝尔大声反驳道：“那是当然，如果被帕姆看到的话，我肯定会。”梅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我们在这里开店，迟早会遇到帕姆的。”埃斯平抬起头回应道：“我完全理解你的担心，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堂堂正正地击败万寿局面包店，只有这样，我们的梅贝尔甜品店才能真正的向前迈进。”带着担忧与期待，梅贝尔甜品店正式开业。贝尔负责烘焙，梅负责经营店铺。我决定隐瞒资助者的身份，静静观察开业第一天的情况。凭借苹果节积累的人气，加上买一送一的活动，店里吸引了大量顾客，这真是大成功！竟然来了这么多客人，我要发财了！比利看着窗外说道：“人真的很多，看来活动非常有效。”埃斯平回应道：“没错，现在的重点是让更多人品尝我们的食物，并提高知名度。”梅贝尔首日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到了玛丽戈德，那家掌控着首都命脉的烘焙店——玛丽戈德甜品店。店内装潢华丽，客人们络绎不绝。帕姆双手叉腰，对着正在忙碌的厨师说道：“你就不能快点吗？客人们都在等着。”厨师低头回应道：“是，对不起。”收银员急忙跑过来喊道：“主厨！”帕姆转过头问道：“收银员为什么离开岗位？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否则准备挨骂吧？”收银员神色慌张地回应道：“那个，只是……”收银员神色紧张地问道：“你知道后面那栋空房子吗？听说那里要开新店。”帕姆回应道：“我知道，怎么了？那里开了一家甜品店。”帕姆愤怒地说道：“竟敢在我的玛丽戈德附近，到底是谁这么大胆？算了，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在玛丽戈德旁边开店了，肯定又是些流浪汉，想捡我们桌上掉下的碎屑。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很快就会破产消失。”帕姆挥了挥手说道：“别担心，快回去工作吧。”收银员犹豫着回应道：“我也想回去，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有人说在那家店看到了贝尔。”贝尔。帕姆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棕发少女的身影，他猛地抓住收银员问道：“是我认识的那个贝尔吗？”收银员点头回应道：“是的，那个女孩重新出现了吗？”帕姆，安博，最近她的生活简直就是华丽的代名词。她的玛丽戈德甜品店在首都赫赫有名，帕姆受到数十名有抱负的烘焙师尊敬，而且他很快就要和年轻的未婚夫结婚了。他坚信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从身为平民却能利用贵族的财富开始，到被那些无知的蠢货崇拜。帕姆声称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帕姆越是渴望守住现在的地位，就越是严密监控任何崭露头角的竞争者。当他第一次发现那个拥有卓越天赋的人时，贝尔拿着甜品说道：“主厨，我做了新品，味道怎么样？”帕姆回想起内心深处那股无法抑制的愤怒与愤慨。为了让你永远无法在这个行业立足，我践踏了你的希望，甚至连你最珍视的人我也一并夺走了。然而贝尔竟然还是开了自己的店，甚至回到了这里。收银员不安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主厨，帕姆眼神阴冷地说道：“看来他还是认不清自己的位置。”收银员愣在原地。其实这样也好，如果这次我能当众羞辱他，他就再也不敢踏入这个行业半步。帕姆收起阴冷的表情，推开梅贝尔甜品店的大门，店员热情地迎上来喊道：“欢迎光临，这里是梅贝尔，我们正在举办开业庆典，请随意参观。”帕姆面无表情地打量着店内的装潢。埃斯平看着不速之客，这是什么？他看起来不像只是来买面包的顾客。帕姆环顾四周说道：“听说新店开张，我特意来看看，但这里华而不实，难道指望廉价模仿品会有什么好东西？是我的错吗？”帕姆指着柜台继续说道：“因为缺乏技术，所以才想靠这种廉价捆绑销售来讨好顾客。”店员走上前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如果你妨碍我们营业，我们会很困扰的。帕姆轻蔑地回应道：“我是玛丽戈德的店主，难道妨碍营业的不是你们吗？”埃斯平躲在门后观察，如果是玛丽戈德，难道是那个欺负贝尔的帕姆？本以为他会警惕梅贝尔，但他找上门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要先观察一下情况吗？帕姆双手抱胸说道：“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叫店主出来。他的名字是贝尔吗？”梅挺起胸膛回应道：“不，请跟我谈，我是梅，这家甜品店的共同所有者。”店内的顾客们开始骚动。什么？玛丽戈德的店主在这里？他是来视察竞争对手的吗？其实我也想尝尝玛丽戈德的面包，但那里实在太贵了。梅看着周围不安的顾客，我们要不要进去谈？你让客人们感到不舒服了。帕姆冷笑着回应道：“不，我更喜欢就在这里谈。你的客人们也需要知道真相。你们因为产品缺乏竞争力，才诉诸这种低级活动来博取关注。”梅反驳道：“开业庆典只是限时举行的，请不要发表误导性言论。”帕姆指着柜台上的面包，不屑地说道：“即便没有那个活动，你们的底价也定得太低了。你们一定是在使用廉价原料，才能维持这种价格。”埃斯平在旁边听着，什么？原来是这样吗？他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毁掉这家店的名声。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难怪这么便宜。埃斯平看着这一幕，该怎么办？顾客们开始动摇了。帕姆故意重复挑衅的话，以此吸引大家的注意，煽动他们对梅贝尔失去信任。他想在梅贝尔站稳脚跟前，就彻底摧毁我们。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情况会变得很危险。我必须介入。就在这时，一个坚定的声音响起：“不，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埃斯平惊讶地转过头，贝尔走上前说道：“我们使用新鲜食材，并全心全意地制作它们。”贝尔走到众人面前说道：“我们的价格低，是因为我们削减了装饰和人工成本。我们希望让普通顾客也能品尝到各种甜点。”贝尔，帕姆露出一丝冷笑说道：“你终于露面了，好久不见了，不是吗？我以为你从我这里逃跑之后就再也不敢出现了。那时候你那么笨拙，吃你做的东西甚至让我胃痛。”帕姆凑近贝尔，低声说道：“啊，别告诉我你偷了玛丽戈德的配方。”贝尔握紧拳头回应道：“你似乎执意要侮辱我们的店和我个人。我意识到我做的面包能带给他人快乐，仅仅因为玛丽戈德的甜点很棒，并不代表其他面包都是低级的，不是吗？”然而，贝尔直视着帕姆的眼睛：“如果你愿意，我们来比试一下吧。我会向你证明我的甜点并不逊色。”埃斯平看着贝尔，不敢相信他真的这么说了。虽然出乎意料，但反而是好事。只要能赢，贝尔和我们的店就能摆脱帕姆的阴影。贝尔选了3样甜点：棒蛋糕、蛋挞和蒙布朗。帕姆选了7位顾客作为本次比赛的评审，并派人去万寿局那里取回参赛的甜点。评审们开始品尝2家店的作品。万寿局的甜点看起来非常精致，但这家新店的蛋挞内馅浓郁湿润。尽管比赛很突然，现场气氛却异常严肃。埃斯平看着评审打分：“没关系，我们能赢，因为5月0注定要成为帝国最棒的甜点店。”侍女拿着篮子说道：“抱歉久等了，结果已经出来了。由于2家店都展现了卓越的水平，分数几乎持平。”帕姆皱眉问道：“平局？尝过我们的点心后，怎么会是平局？”侍女继续说道：“胜负由最后一张选票决定，获胜者是……”埃斯平紧握双手：“拜托了，店里的未来全看这一刻了。”侍女大声宣布：“5月0，万寿局和贝尔。”惊讶地愣在原地。评审评价道：“这些甜点足以媲美高级贵族享用的水准，能为普通大众做出这种味道，值得高度赞扬。”帕姆难以置信地问道：“什么？”帕姆冲上前大喊：“万寿局的甜点不可能输给这种3流小店，这一定是陷阱！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很可疑。”梅张开手回应道：“评审是你选的，帕姆别输不起。”帕姆愤怒地反驳：“不懂烘焙的人根本没资格评审。如果配方相同，用高级食材的人理所当然会赢。”帕姆吃下蛋挞，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做了什么？你改了配方吗？这和以前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贝尔疑惑地问道。“什么？”埃斯平看着帕姆：“等一下，他说配方是一样的。”我终于明白帕姆的手段了。听说这条街上所有的甜点店很快就会消失，只要出现比他更有天赋的人，他就会偷走技术，据为己有，然后通过诽谤把对方赶出行业。埃斯平拉住贝尔说道：“贝尔，尝尝帕姆的面包，那可能和你当学徒时做的一模一样。”帕姆惊慌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看到贝尔伸手，尖叫着阻止道：“别吃！谁允许你碰我的面包了？”贝尔已经拿起蛋挞咬了一口。帕姆冷笑着说道：“万寿局的甜点是给美食家准备的，不是给你们这种乡巴佬吃的。”奥菲利亚停下脚步：“乡巴佬？刚才那句话是在说我吗？”帕姆猛地转过头，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埃斯平睁大眼睛：“奥菲利亚大人，他怎么会在这里？”帕姆颤抖着说道：“夫人，不是那样的。”奥菲利亚冷冷地打断道：“够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奥菲利亚看着帕姆说道：“看来你一直在给光顾的客人分等级。至于人们是否会继续光顾这种地方，我相信那些客人从现在起会做出评判。”帕姆僵在原地，周围的客人们纷纷投来冷漠的目光。埃斯平走上前说道：“奥菲利亚大人，我带您去里面的包间。”奥菲利亚走进店内。“哦，我不知道这里还有能安静休息的地方。这间店真的很可爱。”埃斯平笑着回应道：“对吧？这里的甜点也很好吃，所以我一直想带您来这里看看，只是没想到您今天会过来，结果弄得有点吵闹。”奥菲利亚微笑着说道：“啊，确实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你难道预料到我会突然到访，才策划了今天的事？”
艾斯平流下冷汗，糟糕，被怀疑了吗？他连忙摆手回应道：“不，绝对没有。在店铺开业前，我确实给奥菲利亚寄过一封信，但当时得到的回复是，他因为身体原因很难亲自到访。”奥菲利亚微笑着说道：“确实，我并没有承诺过具体什么时候会来。看来今天的相遇纯粹是时机凑巧。”他看着艾斯平，继续说道：“看来你也是站在这一边的。”艾斯平，等会儿你会向我解释清楚一切的吧？艾斯平连忙回应道：“当然了，您对八卦的热爱果然无人能及，请先入座吧。为了感谢您的帮助，我会用甜点招待您，顺便把发生的事全部告诉您。”艾斯平指着桌子说道：“我要为您准备今天的特别推荐，这是五月林的招牌冰淇淋布朗尼。”奥菲利亚看着甜点说道：“哎呀，你总是能找到这么有趣的食物。温热的面包上放着冰凉的冰淇淋，我很期待它尝起来是什么味道。”艾斯平提醒道：“一定要把这两样放在一起吃。”奥菲利亚拿起叉子，切下一块送入口中。奥菲利亚吃下一口，露出震惊的神色。他看向艾斯平说道：“你既然有这么好吃的，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艾斯平笑着问道：“这里的点心师很有天赋吧？请以后经常光顾吧。”凭借亲民的价格和卓越的味道，五月林逐渐建立起名声。多亏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救星，口碑传播的飞快。另一方面，在被指控偷窃学徒配方，并失去贝内特家族的青睐后，帕姆和他的同伙逃离了这里。帕姆看着窗外，这不可能，我真的输给了那种俗气的面包吗？曾经被他蔑视的人，如今都选择了无视他。帕姆正走向毁灭。随着五月林吸收了万寿局的旧客，店铺规模迅速扩大，冒险者工会也通过各种委托不断扩张情报网。加上父亲给的零花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资的力量吗？接下来只要等着变得更有钱就行了。艾斯平躺在床上，正准备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安宁，戴安娜突然推门而入：“小姐，小姐！”艾斯平猛地坐起身：“怎么了？这次又出什么事了？”戴安娜神色慌张地说道：“出大事了，请您立刻跟我出来。”艾斯平看着对方焦急的背影，到底是什么事让他这么匆忙？路西安诺皇子，他浑身是血，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门口。艾斯平惊恐地冲上前：“发生了什么？你受伤了吗？”路西安诺脸色惨白：“别看我，看那边。”艾斯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远处的马车，地上的血迹一直延伸到车厢内。凯尔靠在马车边，神情痛苦地大喊道：“小姐，快叫医生，尽快！”哈里森倒在血泊中，那个人为了我挡了一刀。艾斯平站在门前，低头看着双手，他走向走廊问道：“殿下，凯尔，你们一直守在这里吗？”凯尔双臂交叉靠在墙边：“托你的福，我洗漱并换了衣服，总算像个人样了。没想到你还叫了祭司，真令人印象深刻。”小姐，路西安诺问道：“那个人哈里森怎么样了？”艾斯平回应道：“幸运的是没伤到要害，只要得到妥善治疗就没问题。你们两个呢？有哪里受伤吗？”路西安诺垂下眼帘：“是的，我没事。那个人确实为了我挡了一刀。”回忆中，哈里森挡在身前，替他承受了致命的攻击。凯尔扶住路西安诺的肩膀：“我会解释一切，殿下请先进去休息。”路西安诺点头回应道：“啊，好的，谢谢你处理这些。”他转头看向艾斯平：“无论如何，很抱歉让你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看到哈里森倒下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那一刻，你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人。”路西安诺低下头说道：“对不起。”艾斯平立刻大声回应道：“不要道歉，正因为你想到了我，我们才能救下哈里森。如果你以后需要帮助，一定要叫我，明白了吗？”路西安诺看着他的眼睛，轻声回应道：“谢谢。”他牵起艾斯平的手，在手背落下深情一吻。艾斯平放下茶杯，发出清脆的响声。他看向对面的男人问道：“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凯尔靠在椅子上：“实际上，当我到达现场时，战斗已经爆发了，一些身份不明的家伙正在袭击殿下，所以我冲过去解决了他们。”艾斯平睁大眼睛问道：“别告诉我，他们全都死了？”凯尔侧过头回应道：“不，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选择了自杀。这种血腥的话题不该在孩子面前提起。”凯尔收敛神色说道：“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他们的目标似乎是刺杀路西安诺王子。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人活着作证，我们不能草率断定谁是幕后黑手。但是……”艾斯平皱起眉头回应道：“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一位王子，他们怎么敢？殿下是为了见我才秘密离开皇宫的。”凯尔摊开手说道：“我明白了，他们知道王子偶尔会外出训练，并利用了这一点，他们想把这伪造成一场擅自外出时发生的悲惨意外。”艾斯平低下头：“那哈里森呢？他从一开始就和殿下在一起吗？”凯尔看向房间内：“我不确定。当我赶到那里时，那个年轻人已经被刺伤了。”艾斯平看着哈里森说道：“看来只能等他醒来再询问这部分细节了。这一切太完美了，简直不像是个巧合。”凯尔站起身说道：“无论如何，我现在要护送殿下回宫去了，他不能离开太久，否则会引起流言蜚语。我会确保马夫闭嘴，所以不用担心。”艾斯平点头回应道：“好的，我明白了，拜托你了，凯尔。”凯尔站在马车旁，艾斯平走到马车旁：“露西，你还好吗？”他递出一个红色包裹：“这里，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吃的。”路西安诺接过包裹：“谢谢，我现在没事了。更重要的是，请照顾好哈里森。”艾斯平露出微笑：“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直到他完全康复。”路西安诺停下脚步，神色变得凝重：“还有艾斯平，我只是以防万一，不要试图深入调查这次事件。”艾斯平猛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们需要抓住凶手。”路西安诺看着远方：“是的，我们应该抓住他。我大概知道
是谁策划了这一切，但他握紧手中的包裹，继续说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会忍耐，并坚持到那一天。我已经足够强大，绝不会让他们逃脱。你会相信我并一直等待吗？”埃斯平看着眼前的少年，原来你一直在独自思考这些事情。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吧，那我会为你加油的，露西，你一定要变得更强。夜幕降临，月光笼罩着宅邸。哈里森躺在病床上，眉头紧锁，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埃斯平守在床边，立刻伸手按住他的肩膀。埃斯平守在床边，哈里森睁开眼睛吧，有好消息等着你。你知道殿下今天离开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他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照顾哈里森。哈里森一直想得到殿下的认可，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定会很高兴吧。埃斯平握住他的手，请快点醒来吧。哈里森的手指微微颤动了一下，他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喘着粗气。埃斯平惊喜地喊道：“哈里森！”他急忙凑上前去：“你能听到吗？”“是我，埃斯平。”“哈里森，我是说奥兰多大人。”哈里森眼神迷茫：“埃斯平，我在哪里？”埃斯平扶住他的肩膀：“你在塞缪尔家，你受了重伤，所以我们先在客房为你进行了救治。”哈里森闭上眼睛：“我明白了，谢谢你。该怎么办？”他的烧好像又退了。埃斯平转身说道：“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人来。”一只手突然伸出，死死拽住他的衣角。埃斯平惊讶地回头，哈里森撑起身体，虚弱地说道：“别走，哈里森。”他颤抖着抬起手：“我没事，所以请留在这里。”埃斯平愣在原地，看着眼前虚弱的男人，轻声呼唤道：“哈里森。”很庆幸露西安诺比以前放下了戒心，但他们真的是通过这种极端方式变得亲近的吗？回忆中，哈里森挡在露西面前，利刃划破了空气。万一原著中没有发生过的新事件正在发生，或者时间线被提前了。月光透过高窗洒在静谧的房间里，埃斯平坐在床边，看着昏睡的哈里森。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戴安娜走到床边说道：“小姐，受伤的那位客人在黎明时分醒了。”埃斯平揉了揉眼睛问道：“真的吗？那太好了，他看起来怎么样？”戴安娜回应道：“除了有些虚弱，看起来并无大碍。我正准备去准备早餐，您要和他一起吃吗？”埃斯平有些迟疑地问道：“奥伦多大人还是个病人，可以吃普通食物吗？”戴安娜解释道：“当然可以，神圣力量是通过消耗患者自身的体力来治愈，所以身体会渴望食物来补充那部分能量。原来是这样吗？不愧是浪漫奇幻世界，魔法让事情变得很方便。”埃斯平掀开被子说道：“那我就和他一起吃，能把早餐送到他的房间吗？”戴安娜回应道：“好的，我会让他们多准备一些。”哈里森独自坐在床上，门外传来敲门声。埃斯平推开门问道：“奥伦多大人，您身体还好吗？”哈里森看向门口说道：“啊，埃斯平小姐，如你所见，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比起这个，我听说你为了我，甚至还请来了祭司。”哈里森低下头说道：“我欠了你一个大人情，真是太丢脸了。”他在自责，很难想象这家伙长大后会变成一个安静可靠的大人。埃斯平坐到床边说道：“你应该为康复感到高兴，试着振作一点。”哈里森回应道：“是的，我应该高兴，但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很低落。”埃斯平指着门外说道：“他们说是因为体力下降，我已经让人准备了餐点。你知不知道，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情况有多严重？你能醒过来，真是太幸运了。”哈里森看着他说道：“小姐。”埃斯平伸出手说道：“答应我，下次不要再这样勉强自己了。”哈里森露出笑容：“抱歉让你担心了。”埃斯平拉住他的手指：“还有一件事我想问。”哈里森回应道：“请问吧，任何事都可以。”埃斯平盯着他问道：“我听说你是为了救露西安诺殿下才受伤，但你们似乎并不是一起出发的，你是怎么做到在那么完美的时机出现在那里的？”哈里森避开视线说道：“其实我一直在暗中跟着殿下。”埃斯平愣住了：“什么？你是说你在跟踪他？”哈里森慌张地摆手说道：“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恶意，是因为你之前拜托我一定要保护好殿下。”埃斯平愣在原地，就因为我的一句话，他竟然一直在暗中跟踪露西安诺吗？埃斯平疑惑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哈里森认真地回应道：“在殿下的生日宴会上，你亲口告诉过我，比起保护你，我更应该去保护露西安诺殿下。”回忆涌上心头，埃斯平当时抓着露西安诺的衣角说道：“我没事的，奥伦多大人应该去保护露西安诺殿下。”埃斯平有些语塞：“我确实说过那种话，但是……”埃斯平挥动双手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让你真的去跟踪，甚至直接当他的保镖。”哈里森愣住问道：“我误会了吗？”埃斯平继续说道：“当然了，如果你被抓到，你会被露西安诺殿下彻底赶出他的生活。”哈里森低下头说道：“我以为小姐已经计划好了一切，所以当我看到伏击，我以为你预见到了，并给我分配了任务。”埃斯平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纠正这个误会。埃斯平叹了口气说道：“虽然跟踪是不对的，但露西安诺殿下现在能平安无事，全是因为你，奥伦多大人，我真的很感激你。”哈里森抬起头，呆呆地看着他。哈里森想要保护露西安诺殿下的心一定是真诚的，但为他人挡下刀刃，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某人舍弃生命，绝非易事。露西安诺对我来说确实是很珍贵的朋友，但如果换作是我，真的能毫不犹豫地冲向那次攻击吗？埃斯平看着哈里森说道：“露西安诺殿下也非常担心你，奥伦多大人。”哈里森愣住了，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哈里森抬起头问道：“那么这一次我没有犯错对吗？”埃斯平微笑着回应道：“没错，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哈里森眼眶微红：“了不起的事吗？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他紧绷的肩膀松弛下来，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咕噜一声打破了房间的宁静。哈里森猛地捂住肚子，
满脸通红的说道：“对不起。”艾斯平笑着安慰道：“没关系的，那是神圣力量在让你挨饿，不用放在心上。既然已经确认哈里森平安无事，艾斯平放下餐具，是时候去看看路西安诺殿下了。不知道现在的皇宫是什么样的气氛。”几天后的皇宫，原本以为会很混乱，但我的担心似乎多余了。艾斯平走在皇宫的长廊上，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宫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毫无察觉。侍女们依旧笑着聊天，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我能理解他们没有公开路西安诺的事，但是我以为至少会有些风声传出来才对。我得快点去皇宫才行。艾斯平推开房门说道：“路西安诺，我来了。”路西安诺转过身，艾斯平捧住他的脸问道：“你睡得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伤？回来之后没发生什么吧？”路西安诺有些局促：“我没事，不过昨天确实有人来过。”艾斯平问道：“谁来了？”路西安诺回应道：“是伊莎贝尔妃子的随从。他这等于是自投罗网。刺客们一直没有回传成功，所以他才派人来确认。”艾斯平追问道：“他们说了什么？”路西安诺回答道：“什么也没说。”他们什么都没说吗？路西安诺点点头，他们只说有话要传达，但后来又说忘了。什么？传话吗？确实，他们只会在接到命令时出现。艾斯平叹了口气，唯一的安慰是伊莎贝尔已经知道计划失败，现在肯定正愤怒的彻夜难眠。路西安诺看向身旁问道：“更重要的是，艾斯平，哈里森怎么样了？”艾斯平拍手说道：“啊，对了，奥伦多大人已经平安醒来，所以请不要担心，他只是身体还有些虚弱，但胃口很好。”路西安诺松了口气说道：“我明白了，真是太好了。”艾斯平握住他的手说道：“是的，所以你真的不必担心。”路西安诺低下头：“艾斯平，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路西安诺低声说道：“你能照顾他直到痊愈吗？”艾斯平笑着回应道：“你是说奥伦多大人吗？我本来就打算这么做，别担心。”路西安诺垂下眼帘：“真的，谢谢你。”为什么今天的路西安诺感觉如此陌生？是因为他突然这么认真的道谢，让我感到尴尬吗？艾斯平摆手说道：“这没什么好谢的。”路西安诺打断道：“不，我是认真的。”他突然上前，紧紧抱住艾斯平。路西安诺靠在肩头说道：“多亏了你，我才能坚持到现在。所以这是怎么了？平时听到这种话我会很高兴，但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不对劲。”艾斯平轻拍他的背说道：“露西，别忘了我就在你身边，好吗？”路西安诺松开怀抱：“我不会忘记的。”那天他虽然这么回答，脸上却带着寂寞的微笑。我明白的太晚了，那个表情真正的含义。访问皇宫之后，我的日子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因为哈里森，为了养伤又多住了几天，我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客人一样，经常去查看他的情况。在此期间，我发现了他的一项习惯，他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在深夜我出来喝水时，我总是撞见他，像这样在走廊里徘徊。艾斯平举着烛台问道：“吓死我了，哈里森，你这么晚在做什么？”哈里森有些局促地回应道：“小姐，对不起，我睡不着。”又是这样吗？每次这种时候，我都会为他调制一杯特制蜂蜜牛奶。艾斯平递过杯子说道：“给，试试喝这个，睡不着的时候，这个非常管用。”哈里森接过杯子问道：“你要把这个给我吗？”艾斯平笑着回应道：“是的，但作为交换，你不能告诉我的保姆，我晚上偷偷进了厨房，这是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秘密。”哈里森看着他，愣在原地。他随后点头说道：“好，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哈里森喝下牛奶，就这样，在深夜里，我哄着这个大宝宝入睡。到了白天，我还要照顾艾斯平，他最近变得越来越忙碌。贵族们的团结不容小觑，万寿局倒下的速度比预想中还要快。帕姆无法忍受耻辱，带着行李狼狈地离开京城，他的婚约自然也取消了。贝尔听到这些消息时，脸上露出一抹苦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其实，帕姆闯进店里那天，我的前婚约者也在场。艾斯平惊讶地问道：“啊，原来那个男人就是前婚约者？”贝尔笑着回应道：“但是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竟然毫无波澜。看来我也成长了不少。”艾斯平看着他，贝尔，艾斯平逐渐成为了我稳固的资金来源，也是我与人会面的安全场所。多亏了他，我能在这里见到支持我的人，比如奥菲利亚夫人，或是冒险者工会的人。我自然地听到了各种政治局势和小事件。在我这样四处奔波时，距离那次伏击已经过去了2周。白天到处乱跑还不够，现在我回到了领地，开始处理文书工作。看着这些销售报告，就让我感到无比幸福。门外传来询问声：“你现在忙吗？”我抬起头说道：“啊，是哈里森。”“不，你可以进来。”哈里森推门而入说道：“打扰了，你感觉怎么样？”我看着他，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身材。哈里森走到桌前：“你知道吗？每次你见到我，第一句话总是问我感觉如何。”艾斯平愣了一下，问道：“真的吗？”哈里森点头回应道：“是的，真的。也许是因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交谈的机会变多了。”哈里森的态度现在感觉亲近了许多。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今天过来，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告诉你，我的女士。”